他妈的，天虚宗全是疯子，竟死咬了3天3夜，又追上来了。好够了吗？贱人，我死也要拉你垫背！趁现在，刚闭上眼就换地图了，触感这么真实，大抵是猝死穿越了吧？什么玩意儿？一身血怎么看都不像好人，傻子才不跑！这面具竟有这般奇异灵力，我的身躯竟不受自身掌控。你的品味配不上我。要命！刚来就上绝活，那个男变变女的狗东西，这是把我当 TV 养屎啊！这仙子真好看，一看就是个适合练习挥剑的好瘤子。只要我能开口辩解。乐灵清，你这贱人，休要落到我手里，否则定要你道心蒙尘，日后沦为我的。我操，这不是我想说的话。看那边，看那边啊，仙子，我是被控制的。事到如今，还敢当着我的面惦记良家女子，死性不改。看了又如何？你不杀我，等我跑了，我一定还回来找他。真狠啊！这狗东西口嗨起来，连自己都不放过，这下我真要凉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太好了，是傻白甜，我们有救了。你这种采花贼不配轻易死去，我会将你押去府城，先阉了，挂在城墙上风干7日。若7日后没死，再行斩首。哦，我忽然觉得傻白甜人设其实挺好的。好险，差点就被那疯女人逮住了。替罪羊已经送走，是时候变回男儿身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解不开？给我变回去！给我变回去！难道宗门里关于阴阳倒转剑术的谣言是真的？乐灵清，就关我！脑袋好脏，除了在游戏里作死把动态模糊拉满，我万万没想到现实里还能晕3D。好想吐！如果不用这种倒栽葱的认识是新世界就好了。我大抵是穿越者里出场最丢人的一个。老实点儿，留点力气，到了府城的太监所，有你折腾的时候。这傻白甜仙子怎么3句话不离切除手术啊？我到底该怎么证明我不是那个女装大佬？我操！法术版敞篷飞机，这修仙界的起步也太猛了！景色真美，但一想到这趟航班中的终点是太监所，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如果人生注定残缺，这人间确实不值得。你在动什么歪少劲？这仙子连逼问都这么直白，感觉很好忽悠的样子啊！等等，脸上的阴冷感在褪去。
身体快能动了，快退出来啊！这破面具再不绩效，我真要被拉去太监所风干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快啊！死嘴，快给我动起来！乐灵清，你个贱人！天子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抓错人了呢！我是无辜的，这都是那贼人给我戴了面具。我操，我能动了！完蛋了！总算卸下束缚了。稳住身形。这怎么纸盒没有安全带啊？这感觉比安全扣松了的过山车还要命。那个，你可以坐起来。对不起，是我经验尚浅，太莽撞。没事儿，趴着更符合空气动力学。你怕高吗？也没有很怕吧。还能再低一点吗？能，你放心，就算你掉下去，我也能接住你。这样就不怕了吧？都说了，也没有很怕吧。这个药膏可以去除疤痕，但是有点痛，你忍一下。你说的有点痛是指多痛？一点点。行，来吧。你管这叫一点点？还有更痛的，见效更快的。我不信，还能比这更离谱？我操！大意了没有闪，怎么这么痛？要死！停！不要！仙子手下留情。药效是真猛，那有不痛的药吗？不痛的会留疤，留疤你就不帅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竟无言以对。仙子，这面具现在脱离了控制，那变态肯定以为你走远了。万一这玩意儿带定位，咱们带着它杀回去，不就等于自爆坐标了吗？好像是哎，我都没想到。咦，你把它变哪儿去了？虚窍中啊，修炼之后，咻的一下就会开辟出一个空间，用来装东西的。这么神奇？那你顺便帮我瞅瞅，我有没有修行天赋？好啊，凡人需要13条灵脉才能修行，要求很苛刻的。你先做好没天赋的心理准备。放心，我心理素质极佳，来吧。把脉，修仙界的体检也这么传统吗？我操！仙子你就这么进来了？鬼鬼，这平平无奇外表下，竟然有减震感。你身子太虚了，承受不住法力游走。哇哦！仙子，你别安慰我，我不会是那种灵脉一条都不通的绝世大废物吧？不是，你具有天脉。那是个什么东西？凡人灵脉最多99条，但有2脉可破此限，第100条为地脉，第101条为天脉。天地2脉皆是先天地生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后天不可及。而你具备101条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所以我是绝世天才。而且比我还天才一点，我只是第1脉。稳了，开局就送顶级天赋，外加这似乎傻乎乎的仙子保镖，
这穿越稳了。说起来，你刚才突然调转方向，是想回去抓那个男变女的狗东西？这是我第2次执行宗门任务，上一次也差点失手，所以这次我想做好。其实刚才真不怪你，谁能想到一个大汉能当面变成辣妹呢？对了，你第1次历练是怎么差点失手的？遇到强敌了？找东西，东西找到了，但我迷路了，最后成为了别人的任务，被抓回去了。好家伙，一个重度路痴剑修，怪不得这仙子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这放出去简直是白给啊！那你现在认路吗？认吧，师尊给我折的这个纸鹤认路，这也是我不御剑的原因。合着你全靠做自动驾驶啊！谁家仙子大半夜像遛狗一样带着良家少男啊？这人是你的谁吗？如果我说不认识，你信吗？我原本在自己家睡觉，一眨眼就被传送到这儿，然后一个戴面具的变态翻窗进来，接着你也进来了，直接把我壁咚在墙上。壁咚是什么意思？壁咚就是把别人逼到底角，退无可退。原来如此，那等下我们抓到那个陈大鹏，就把他壁咚住。合欢宗魔修要是知道天虚仙子想逼轰他，估计会连夜买站票逃跑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秘器银宗，跟着他就能找到那个陈大鹏。屋里那个就是啊？不是，真的已经跑了。仙子，你这飞剑没座位就算了，连个安全带也没有吗？你御剑的技术好吗？这个你放心，师尊说我御剑的技术很好的，能排第2。那你师尊有几个徒弟？2个。不是，你到底在骄傲什么？这根本不是脑筋转不过来的问题，这是没脑筋吧？我操，慢点儿！好像还行，还能不能再刺激点？好。我操！我开玩笑的，别！我为什么要回剑？怎么感觉看到阎王爷在冲我笑？他不仅冲我笑，还来接我了。怎么样？好，好的很。没油了还是撞车了？气息断了，有诈。这熟悉的套路，绝对是埋伏。我操！出手怪！哎呀，烫死奴家了！乐灵清，今天可不能就这样善良。好家伙，一个在外面穿着的女变态，带着一个刚刚失去作案工具的大汉，这反派阵容真是辣眼睛。邪魔外道，好你个乐灵清，4刀临头还在嘴硬，看我等下如何炮制你！这粉雾怎么像长了眼睛一样，甩都甩不掉？那女魔修很棘手吗？他们摇人，咱们不能摇吗？你师尊没给留个保命玉词之类的？没有，既然是历练，给了保命之物，还怎么叫历练？那万一你打不过，陨落了呢？
大道无情，那便是我的终点。踏入修行后，便有3灾7劫8难接踵而来。师尊不可能护我一辈子的。你这宗门的教育也太硬核了吧！这哪里是放养，这简直是放生啊！含在舌尖下，别吞，能抵御迷神玉物。这么大哦！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等等，为什么闭着眼还能看见？这强制播放也太邪门了吧！区区凡人，竟能面不改色的抵御天门幻象？难道他有龙阳之号幻象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现在的心比大润发鲨鱼的刀还要冷。你们合欢宗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逆天玩意儿？仙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没吃药吗？这雾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，别管我，抓紧！强弩之末，乖乖做本座的炉鼎吧！现在要拼命了！这不可能！我的手，乐林清，我要你生不如死！我操，没油了啊！仙子，你没事吧？刚才那一剑帅炸了，直接反杀。别碰我！完了，这绝不是内伤，这满脸通红、气喘连连的症状，怎么看都像是中了迷药啊！好个天虚弟子，这般烈性的炉体，本座要定了！纸鹤飞不远了，前面是神陨之地，隔绝一切灵力。这是清心丹，这是玉元丹，这是辟谷丹，可以让你……等一下，我一直有个严谨的学术问题。辟谷是不吃饭对吧？那我吃了这发出打铁声的玩意儿，到底是算辟谷，还是算吃饱？算吃饱吧。靠！没想到穿越了还有机会 cos 老大。Man， 我可能……呸！这俩皮干嘛的？快说，要坠机了！白胜粉去瘦，净味粉革气味。现在撒！撒！修仙界的孜然味真冲！抓紧我！啊！疼！老腰要断了。这什么鬼地方，连阵风都没有，闷得像个棺材。这里是神陨之地，此地有神明陨落前的恶念诅咒，会剥夺一切灵力。传闻那神明死前认定，灵气是毒药，是修行的祸根。拉倒吧，这神明挺能甩锅啊！神明陨落，说明是被别人打死的，对吧？打死他的神也吸了灵气，人家怎么没被毒死？说到底，这不就是菜狗死前的嘴硬发言吗？他说的好有道理，神明不该这么俗气。以他的资质，说不定以后会成为神明。如果是他成了神明，好像确实会干出死前嘴硬这种事。乐灵清，断臂之仇，本座定要你生不如死！隔绝灵力和虚窍，贸然进去，只会沦为妖兽口粮。要不算了吧？闭嘴！
逃不了。不趁他身中御神杖，灵力全虚时收作炉鼎，等他缓过劲，死的就是我们！进去了！我的法力！好霸道的绝灵之地，竟连一丝灵气都提不起来。这是辟谷丹还是实心秤砣？修仙界是靠把胃砸个窟窿来让人辟谷的吗？这玩意儿真能消化？我可不想为这世界贡献创新性的死法。虽然硬，但吞下去是能消化的。你要来一颗吗？不用，我已自行辟谷。拒绝的这么快，绝对知道这玩意儿有多难吃。共患难这么久，还不知道仙子芳名？乐灵清，音乐的乐，大祸临头的临，清澈的清。实在想不出，你下次可以说是君临天下的临，大祸临头多晦气。我叫许平秋，严寒许，评测的评，秋天的秋。那乐仙子，在这个地方，他们还能追上来吗？好像能。我中了御神杖，他或许能凭借这个感应到我的位置。这地方不是限制灵力吗？我提着你这把剑，能不能反追着他们砍？不行的，我体内还有灵力，而且这剑很重，你拿不起来。若是真被追上，你可以直接抛弃我逃走。你要是那样自暴自弃，那还不如直接便宜我算了。但是你没有修为，不一定承受得住。啊！不是，你真有这想法吗？冷静，冷静。虽然很悠然，但要是被人追着砍还做这个，那纯是没长大脑子，只长小脑了。身后那俩合欢宗的都不敢这么饥渴。毛色这么亮，还玩潜伏，这大猫看起来脑子不太好使啊。快用百兽粉！我若强行拔剑，御神伤会彻底爆发。用粉只能赶走他，可赶不走后面追杀的人。你看他背这么宽，不收来当坐骑可惜了。但我不会驯兽，若不能一击压服，定会被反咬一口。不硬的，我们花钱砸，信我一次。我想赌一把，反正再坏也坏不到那儿去。也是，你来决定吧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这么相信我吗？因为我现在不聪明，但你很聪明。有道理，切1/4，丢给他试试。很好，这憨种上钩了。过来，乐仙子，再给他加点码。他吃这么多，会不会爆种反杀咱们？不会，他不懂运功，只是被动吸收，很浪费。那就全砸给他！双开门白虎，你怕不怕？你曾经或许是头有原则的猛兽，但没办法，我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好狗，跑得真棒！保持这个速度，那俩变态绝对连尾气都吃不到。好烫！这御神杖的药效也太猛了，跟贴了个火炉一样，得赶紧甩掉追兵，不然危机的性质可就要变了。乐仙子，你还撑得住吗？别回头，不会走，必须抓紧时间压制御神杖，哪怕是一点点，只要能拔剑。乐灵清，我看你还能冲到哪儿去！师姐，快抓住他们！我操！
带摇人的，好狗快跑！哎呦我去，跳虎啊！仙子，能不能拿这个当暗器，打断后面妖兽的腿？我试试。给我死！靠，2只脚跑得比4条腿还快，好狗快跑！被他追上，我笑你一辈子！靠，折了胳膊还能跑这么快，博尔特来了都没你能跑。哼，想逃？今天你们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！邪道！小心鞭子！这等法器竟被硬生生斩断！哼，强弩之末，看他还能挥几剑！御神锁，结！跑啊，继续跑！御神杖已入骨髓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不行，林青快撑不住了，再让他这么放风筝，我们都得玩完。得想个绝招打断他施法。这味道辣眼睛。物理攻击打不过，只能上生化武器了。只要我没底线，不防的就是别人。好狗，带我冲出去！哦，吕布来也！什么恶臭东西？阁下的迷神玉物确实强，可我若是树杈沾屎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好狗冲慢点儿，在边缘欧比就行，别真上去送人头啊！你这恶心的凡人，给我去死！我操，玩大了！狗子快闪！这畜生竟然放屁躲开了！强弩之末，还敢挣扎？不能动用灵力，得给他争取时间。摇人是吧？一使了雷 Excellent！ 物理附魔最为致命。你他妈！哟吼，还骂人是吧？你等着，我再去给你上盘硬菜，好好洗洗嘴。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你的对手是我啊！好得很。风景撤护，他被重创了，我们先撤，等你去了毒再回来虐平，不差这一会儿。想走？畜生，滚出来帮忙！靠，这坐骑没防撞气降啊！坏我好事，你先去死！李青，躲开啊！去死吧！糟糕，御神杖压制不住了。可惜你还是慢了半分，最后的赢家是我。丁老六偷袭！我操，一发入魂，这手法比乐仙子的辟谷丹还黑。你这贱人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不管是这天虚的仙子，还是蓝雨博的遗产，全都是我的了。这不男不女的变态是在忌惮乐灵清，他怕乐仙子是在伪装虚弱，所以他需要一块探路的石头。好难猜啊！你说乐灵清护了你一路，
到这个时候，他是任你欺凌呢，还是一剑把你杀了呀？关你事！你有问你就问。找死！脑子快炸了，身体根本不受控制，视线离不开他，好想再靠近一点。不行，如果我沉沦了，许平秋会被陈大鹏杀掉，我也会被合欢宗的手段折磨。我不想这样堕落，我不能给师尊蒙羞。我太不起手杀敌了，更错到把剑对准他。不去，住手！我受尽折磨变成这副鬼样子，绝不能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没死，谁允许你放弃的？可笑，我刚才居然下意识的怕一个毫无灵力的凡人。怎么，你以为拿了剑，你就是第二个乐灵清？杀你个没鸟的废物，足够了！好快，这不男不女的狗东西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居然挡下了，怎么可能？挡得住一颗，挡得住一掌吗？给我死开！既然你这么卖力，我就留你一命。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着，我是怎么调弄这高高在上的天虚仙子的。不可以，快给我动起来啊！没心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压着，好胀，身体怎么变轻了？什么声音？你一个凡人，为什么能遇见？去你妈的！就你也想当牛头人？别怕，是我。伤成这样还惦记吃的，这憨逼的灵魂都卖给那半颗丹药了吧？看起来是要带我们去哪儿？最好是个安全的地方。带路。御神杖发作的越来越猛，它烫得像个火炉。再找不到落脚点，我怕是真压不住火了。伤患避难所，这傻狗竟然还知道这种地方。你之前是怎么反杀陈大鹏的？当时眉心一堵，眼前一黑，你的剑就自己飞过去把他串了。你之前眉心堵塞感可能是开窍了，就是我之前说的虚窍，也可以换作子府。子府听起来像是个隐藏的 VIP 大礼包。未修行先开子府，难度比天脉还高。你现在是天脉加上提前开窍，这简直是万古罕见的天才。懂了，也就是我又变厉害了，所以这是我能御剑的原因。不知道，而且那长剑明明被我祭炼了，你也不该能拿起来才是，那明明是我的剑。这傻姑娘怎么还吃起自己飞剑的醋了？我也没抢你的，你还说你又当我面拿起它来了？这不是为了将它递给你吗？当初也只是为了救主，从而暂时让我拿起来罢了。你要干嘛？林清心里难道不知道吗？就一下。说是就一下，还真就只是一下。
过来日方长，不能把仙子斗急了。天亮了，外面没了动静，我们该出去了。都听仙子的。隐秘洞穴、妖兽盘踞，还有神秘液体，经典的奇遇套路，我懂。仙子，这钟入石是不是什么洗精伐碎的绝世珍宝？100年石钟入而已，绝灵之地长出来的，顶多治点皮肉伤。行吧，打扰了。这么大体型还搁这毛毛碎碎的，你以为自己很娇小吗？能把他带走吗？我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。他灵智比一般妖兽高，你想养便成。很好，恭喜你成功成为一头有编制的虎。走，出发。这视野怎么回事？树影卷成了漩涡，还在吊山撕裂，这比御剑螺旋升天还刺激。应该没有沤在我的皮毛上吧？应该没有吧？神陨之地限制减弱，你新开的虚窍灵诀失控了，我先替你封住。懂了，幸好不良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好吧，狗子。我操，这憨批在干嘛？神陨之地憋疯了，出来喝西北风吗？停下！外界灵气充沛，他应该是第一次离开神陨之地，不懂吐纳，只能这样瞎折腾。上来吧。哎，走着，好狗。你也怕高？要不我用飞剑带他溜一圈，练练胆子。哎，别，就这样吧，还是别难为他了，我怕他猛虎流泪。啊，怎么了？我去府城上报陈大鹏已死，顺便帮你买身新衣物，你在此地等我。这么干等也没意思。来，好狗，我先教你握手。好狗，来加大难度，2只手一起。不错，悟性极高。下一个指令，翻滚。啊！靠，玩脱了。算了，这下老实了，就当放风筝吧。你们是在玩什么吗？没有，单纯掉下去了，被绳子拉住没摔死而已。这是在府城顺道给你买的衣物，你先把破衣服换下吧。在这儿换？师姐，你是不是得先转过身去避个嫌？好，我不看。好了，转过来吧。衣服倒是合身，就是少了点飘逸的仙气。距离宗门还有一段路，你出舍修行，我先与你说说宗门。天虚宗分3山9脉，3座神山分别为霄汉、寂雪、劫云。我师尊便是寂雪道君，他不理俗事，整座神山上只有他和我2个徒弟。人少，那不就意味着修炼资源就集中在我们3人身上？这软饭吃的也太香了！那你当初是怎么拜入他门下的？小时候我遭遇了100年难遇的雪灾，快冻死时，师尊出现了。他静静站在我身旁，问我可愿随他修道。我懵懂点头，他便牵起了我的手，驱散了方圆百里的乌云与积雪。那是我见过最明媚的阳光。修仙者也要睡觉吗？
修行最重随心，遇静则平气，睡觉最顺我的道心。就快到了。沉船了，锦鲤成精救人。这是福缘舟，福缘不够就会沉，但被灵里托起后，哪怕不能入仙门，余生也能安稳一些。这样啊，所以这是入宗考核之一。我抽卡就没有不保底过，这一上周不会锦鲤都来不及救自己，直接创造最速沉底传说吧？不过我可以直接带你跳关，毕竟你是天脉，福缘肯定不浅。接下来的考验对你来说不是问题，我在山上等你。他好像忘了告诉我接下来该干嘛。兄台好福缘，在下李承舟，竟连兄台渡湖的背影都未曾窥见。枉我还庆幸自己福缘深厚，看来还是自傲了。原来是敖乌兄，在下眼珠，还请见谅。这脑补能力也太强了吧！神特罗的敖乌兄，李兄，你误会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方才我看见天上有纸鹤飞过，想必两位是坐纸鹤而来，能得天虚弟子引荐，难怪未曾见两位渡湖。谢谢，我是许平秋，还有他不是敖乌兄，他只是一只普通的虎。这样啊，虎兄好。算了，你开心就好。不仅差点失手，还带了个男人回来。师尊要是问起来该怎么解释？这次又出意外了。师尊你知道不要说出来嘛。虽然是出了一点意外，但还是成功完成了通缉啦。胡闹！你身上有御神杖的痕迹，这算是只有一点意外。但我这次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是天脉，而且提前打通了虚窍呢。现在正在山下接受考验，能忍受御神杖，确实厉害。这次为师就不训诫了，回去好生反省。是师尊，林清会记住的。话说回来，师尊，我这长剑有灵吗？他在神陨之地被我带回来的那个人御史了。他叫什么？许平秋，严护许，平仄的平，秋天的秋。你将这次的经历说一遍与我听。没发生什么。去向他接来吧，那些考核对他没意义。是师尊。这是天脉，活的天脉！不好，太久没见过天脉，一时激动，给这位弟子惹麻烦了。这帮人的眼神怎么跟饿狼看到肉一样？我这成站街女了。想看可以，一次10贡限定，概不讲价。啊！成交！老板大气。来，后面的排好队。停！考核还没结束，赶紧归位。这虎是乐师尊带来的，辈分极高，他这么做一定有深意。给他一册。敢问许兄有何神意，竟能吸引这么多人？莫非是天脉？李兄猜得真准，想必你的资质也不差吧？确实，比起许兄略逊一筹，我只是地脉。那么虎兄，你又是什么灵脉呢？测灵结束，诸位移步中央广场，准备心性考核。怎么回事？这屋里下安眠药了？刚测完就强行催眠，进度要不要这么赶？乐丫头，你平日都在积雪神山修道，
今日来这儿做甚？奉师尊的命令，来接他上山。就是那个天脉。这幻境大阵已起，哪怕是天脉，也得等考核结束再说。现在刚好轮到李家的那个小子，等下我再把那个天脉调出来。不知道他在幻境里会遇到什么呢？你吃了2碗面，还少给了1碗钱。如果我吃了2碗面，那么这里应该有2个碗。只有1个碗，你怎么证明我吃了2碗？谁吃面用2个碗？那不是吃完1碗再去接？公子穿着华贵，怎么还赖着1碗的面钱？哼！那我明明吃了3碗，店家只收我2碗的钱，你也说我只吃了2碗，但要我来看，我就该给3碗的钱才对。我刚刚吃了几碗？瞧您这话说的，贵人多忘事，刚刚不是才说3碗吗？那怎么我刚刚说我吃了1碗的时候你不信？吃了3碗你就信了？合计这碗数随便变的啊？不错，这李承舟心性超然，是个修道的好苗子。不知道天脉者又该如何？你吃了2碗面，还少给了1碗钱。这剧情我熟啊，拿我当溜子呢。我那桌上就1个碗，哪来的2碗面？谁吃面用2个碗？那不是吃完1碗再去接？公子穿着华贵，怎么还赖着1碗的面钱？关你屁事！嘿，你这年轻人，我这不是问你了吗？你就说，长寿的秘诀是少管闲事。你这样很容易早逝啊！吃面给钱，天经地义。怎么，你是老板养的狗，主子都没急，你在这儿狗叫什么？吃面给钱。哼，狗在叫，你找死！等的就是你先急。救命啊！有人当街杀人了，没天理啦！不是我干的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没碰他，他是装的。这不愧是季雪道君看中的人，心性果然不同一般。这根本就是无赖碰瓷吧？你吃了2碗面，还少给了1碗钱。你瞅瞅，长得光鲜亮丽，连面钱都贪。哼！回楚长老，这虎也是来参加考验的。我脸上有什么吗？没什么，许师兄幻境中的手段，天赋惊人，在下拜服。我操，他绝对看到我当街碰瓷了。师尊要见你，走。原来虎兄也没走，在下有礼了。前面就是雪关了，等下见了我师尊，你乖一点，千万别乱说话呀。放心，我这人主打一个尊师重要。连袜子都这么白，这位师尊一定是个好人。这就是我简单的善恶观，白门。我叫沐玉鹤，你的师尊。弟子许平宇，见过师尊。冷死了！这师尊是移动的万年冰川吗？纯阳之体，纯阳无漏，修行速度远超常人，在玄定之前不可破身，否则修为将一泻千里。啊！天脉家提前开子府，再配上纯阳之体，明明是开局3红的顶级资质，结果给我来个玄定前不能破身。他是纯阳之体，那柄经文长剑被他御使也合情理。等你突破玄定，我为你炼制一把真正有灵的飞剑。好耶！但这剑得要先完成为师的要求。他是纯阳之体，所修功法与你一般无二，所以你来替为师教他。我教？师尊，我不行了呀。没有试过，
怎么知道不行？听话，快带你师弟去他的府邸。许平秋，这一切莫非是天意？宗门分发的独栋别墅，居然连个门头都不给报。师姐，你那院子当初是怎么取名的？传授点经验。因为我修的是金乌神卷，就取了金乌的乌字，叫乌阁呀。这起名逻辑简单粗暴的令人发指，还挺符合这位师姐性格的。懂了，那我也学你。这牛逼大了！本以为修仙都要当山顶洞人，这院子，这软饭吃的可太甜了。你在笑什么？这里一直空着，是不是太空旷了？没笑什么，只是觉得师尊对我太好了，感动的想笑。师尊确实很好，走吧，进屋看看。这位师姐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，无缝衔接入定模式啊！真不错，这才是生活。你会下围棋吗？会，师尊当初教过我，但是我下得太慢了。那我们下个简单的五子棋。话说，师尊一直戴着面具吗？也没有吧。一定是这棋盘有问题。那如果你赢了我，你是不是就会说还好你棋艺高超？不会，我会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。但可惜我不需要故意。好了好了，师姐摸摸，下次说不定就下过了。现在就让我来教你修行吧。既然已经参观过你住的地方了，现在走去师姐的房间，我教你修行。不愧是修仙，一步跨出了个春夏秋冬啊！你这乌阁，倒比我的秋院更像秋天。啊，疼！有点舒服，罪过。这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好摸的样子。这个千万不能摸，这是赤阳神藤，承受过太阳真火的灼烧，等它长大了，能比肩动真境界呢。动真，那只比师尊稍弱一筹了。你放心，我分得清什么是作死，什么是找死。对了，天虚最快突破玄定境的人花了多长时间？大概2-3年吧。我这纯阳之体玄定前不能破真，也就是接下来1-2年我都只能看不能吃，还得天天看着你在我眼前晃悠。走了，我们去房间，现在就教你修行。这画卷绝对不能打开，等下我会引导你观想，切记看到什么都不要怕。绑这么严实，里面封印了什么吃人的妖魔吗？我操，这传功还带贴脸杀的！这就是金乌神卷。等等，光点只有99道，天脉共有101条，这功法差了2条，这要怎么练？难不成要我强行憋出2条线来？好家伙，原来还带着隐藏补兵的！怎么样？感觉很好，已经入门了。那就好，把脉，我帮你把脉。这股气流就是他的灵力，不过这
这运转路线怎么和我刚才练的不太一样？师姐，你平时的灵脉运转路径就是刚刚探入我体内的这套？对啊，你不是吗？不是，我看到金乌身后还有一道虚影，身侧两脉化成日月，我是照那个练的。除了金乌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呀。碧，你再仔细感受一下我的运转路线。这路径好生古怪，但灵力流转却毫无阻滞，甚至怎么会这样？我试着跟你的路径运转，实力竟然陡然高了3成。好家伙，没想到还是隐藏版，看来我这天才还是有点东西的。走，找师尊去。连师姐都看不见的隐藏版路线，不知道这神秘的白丝师尊能不能看出来？总不能我真是个开了个挂的绝世奇才吧？把手伸出来，将你学来的法门运转给为师看。师尊，好病！师尊，平秋他练错了吗？没有问题，百脉已贯通，接下来顺势入主黄庭即可。那我在画卷里看到的那道身影，我并未看见，或许是你的纯阳之体引动了画卷中的古老传承。对你来说不是坏事，照着练便是。稳了，看来这隐藏功法是我的独家定制款。师姐，咱们这包伙食吗？有，但要自己弄。我是可以弄啦，但弄得不太好。没关系，那就拜托师姐了。你先看这个，我去厨房。曲仙这玩意儿太神奇了，真是像被强行塞进脑子里一样。凡退境需要灵海震荡99次，俗称100日筑基。等等，上面说天才资质越好，震荡次数越多，筑基时间越长。我这一身绝世天赋，岂不是得困在凡退境1年？这纯阳之体的苦，我要吃足足1年。什么味道？谁在院子里烧东西吗？师姐，这是煲仔饭，还是某种新型暗器？就是普通的米饭啊。外焦里生，这火候控制的比毒药还离谱。你平常就是这个杜月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能是今天刚换了修行法，没控制好火力。吃这玩意儿还能活到现在，师姐，那你还蛮难杀的。厨房在哪儿？带我去。话说，之前的辟谷丹和清心丹是谁炼制的？怎么了？果然是他。饭能做成实心秤砣，丹药自然也是暗器级别。我觉得那是天才的创新。清心丹大，药力足，辟谷丹硬，还能当暗器，一举两得。真的有这么好吗？我只是陈述事实。喜欢什么口味？清淡还是辣点？辣的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好香啊！尝尝。这个好吃，那个也好好吃，你弄的饭菜太好吃了，超级厉害。觉得好吃，以后就由我来弄吧。几道家常菜就这么满足，师姐以前过的是有多苦？吃这么多，肉不长在对的地方，也是让人羡慕。一堆眼冒绿光的鱼头45度仰望天空，要是做成那道名菜仰望星空，画面简直绝煞。3山9脉里有一脉专司仙石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加入。加入？我们不是已经拜入师尊门下了吗？还能兼职？
九脉起初是指师承，但后来逐渐变成了记忆的代承。那我们去我的房间吧，我那里种了很多火性的植物，修行金乌神卷会快一点。这就是101一谋全开的速度吗？吸灵气简直像开了承受泵，太爽了！好霸道的动静，这就是天脉的修行速度吗？竟然连我周边的灵气都被牵引过去了。师姐，我是不是吸得太狠，抢你灵气了？没有，你吸得越快越好。不过第一次引气入黄庭，小心去经脉胀痛。胀痛不存在的，我现在就像在玩大鱼吃小鱼，这种把灵力疯狂吞进身体的感觉太爽了。灵力入体，肌肤无垢，现在这力量感，我感觉能一拳打死一头牛。虽然多半是错觉。鬼鬼，美人出浴，怎么了？好看，就多看看。你平时睡觉也这样？不是，一个是有心无力，一个是有力不可有心。陈大鹏，这一刻我竟然有点理解你了。我可以吃清心丹。好吧。好了，要睡觉了，不要胡闹了。那就听你的。这么大的床，为什么非要往我这边挤？不仅不留位置，还把自己卷成了春卷。师姐，打个商量，分我个被角。不给我的。行，你赢了。既然床上挤不过你，那我只能在修为上卷死你了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修行了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我比较自律而已。我总不能说是床上挤不过你，被迫下床的吧？连许平秋这种天才都在苦修，我竟然还要睡觉，这太罪恶了。那我先睡个回笼觉，稳稳到心。神特靠睡回笼觉稳到心。饭饭吗？要辣的，但不要太辣。师姐要求还挺多。好家伙，修仙法术是让你用来做医疗理发的吗？修行再苦，干饭也得积极。今天给师姐上点高强度的碳水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油泼面，趁热吃。这干饭的速度和气势，简直比他拔剑砍人时还要凶悍。对了，现在远云间快要开始讲课了，要不要我带你去？可以啊，正好修行了一夜，虽然吐纳灵气有种上瘾般的快乐，但去听听九脉也挺有意思的，刚好看看先前林青说的仙食和普通的炒菜有什么区别。好哦，这是我练的糖丸，没有特殊效果，能清新口气，立竿见影哦。师兄，这儿。李兄，那只白虎怎么样了？你是说虎兄啊？他在后面的考验中突然不见了，
想来也是被哪位长老看上，免去考验，直接拜师去了。拜师？就靠他那一手拜年剑法？怎么了？这不是好事吗？没什么，我怕他过得太好了。到了炼丹一脉，这憨逼狂吃丹药把自己药倒了，现在被钟木林长老留在丹阁解毒，这吃货是真的不挑食啊！先听完讲述，再去丹阁看看这货，希望他最好不要扑上来咬我。不必多礼，在下杨哲胜，炼气一脉讲师。诸位若对炼气感兴趣，皆可加入气阁。这热情的语气加上非你不可的架势，这不就是大学社团招新吗？这是凡俗极致的百断剑，各位不妨握住感受一二。手感挺沉，但比起师姐那把带特效的金纹大剑，这撑死也就是个极品烧火棍。请问杨长老，凡俗铁匠中，是否真有人能造出超越这百断剑的绝世孤品？那是江心雪，出自江家，地脉天才。江家，听起来背景很硬。仙道世家能不硬吗？除4大仙门和3大圣地外，就属世家威风，因为家里都有道君老祖坐镇，我家江家都是。懂了，上面有人的修仙富二代，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铸剑时碰巧混进了寒灵气的材料。至于民间传闻的什么剑客以身投炉铸就神剑，纯属无稽之谈，那只是因为人体的动物油脂能大幅提升炉温罢了。好家伙，在玄幻修仙世界里，我居然听到了如此硬核的科学解释。凡气未有等阶划分，但从灵气开始便划分有5色，分别是蓝、紫、金、红、彩。辉光由炼气造诣与材料品质决定，彩色为最。这画风怎么突然变成了非主流了？可这 cos 星球大战光剑呢？此乃法器，克灵为法，蕴含奇效。法宝之上，运生灵智，方称灵宝。若硬碰硬，灵宝会被彩色灵气轻易斩断；但灵宝有质，若用手段折断灵气，却易如反掌。这剑怎么戏这么多？除上述分类，还有本命器，此物与修士性命相交，修系与共。气强则人强，气毁则人亡。没说不能用活物啊，这能卡 bug 不？杨长老，能把妖兽或者灵植炼成本命器吗？靠鞭子他们努力修炼，我直接坐享其成。魔道历莲堂确有此举，不过他们是绝人祖坟，将僵尸炼成本命石。还得是我，要不是以前揍过历莲堂的人，还真反应不过来这个例子。那能把我直接当本命器练了吗？我变强，本命器变强，本命器变强，我又变强，左脚踩右脚，直接原地飞升。这天脉怎么净想些歪门邪道？可恶！大脑，这时候快给我动起来啊！让我看看你的极限！绝不能在这里被难住。上古体修有过此举，不过效果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，只是肉体变得超乎想象的强大，并且不惧怕神魂攻击，达到了神肉合一的地步。但受伤算双倍伤害，自愈的宣力大幅削弱。好了，诸位对于炼气一道应该有了基本了解。我在这里就为各位布下一个挑战，里面是基础道术控焰诀，有助于掌控灵力，同时除了炼气外，炼丹、仙石等也能用上。诸位若是对炼气感兴趣，学会此诀后，可来气阁尝试炼制灵气。跑这么快干嘛？我还有个把符箓，当本命器引爆的想法没问呢。许兄这想法真是填补了修士可能存在的一种死法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去找你那个敖乌兄。
看看那只白虎在丹阁过得怎么样。李兄，你老实说，你们这些仙道世家的人跑来天虚宗，是不是家里快倒了，出来找靠山的？许兄刚才还不知仙道世家，怎么现在反倒一副知根知底的模样？这还不简单？你和那个江，江什么来着？刚光顾着整活，名字给忘了。这下马都没了。江心雪，对，你们资质都不差，又不是叛逆少年，不在家继承家产，跑出来拜师。真相只有一个，你们铁定是有不得不离开家族的原因。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家里不行要倒了，提前安排你们出来给自己找势力做靠山。许兄猜得不错，道君也有劫数。家里顶梁柱快倒了，自然要把我们分散开来，留点血脉。能成为道君的都有大气运，说不定能逢凶化吉。借许兄吉言，在下现在只想抱紧天虚宗的大腿了。不愧是丹哥，这空气吸一口浑身通透。要是天天在这修炼，不得一日千里？确实，家中长辈炼丹时的药香远不及此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药物有毒，还请屏息。我操！我一路袭过来看告示，结果你告示藏在丹雾里，就是为了警告我们不要吸。什么反人类设计？没事，许兄，我有解毒丹。什么？丢过来？哦，好的。这就置换了，别丢！药丢了，大家都得完蛋！给我留！操！别让我这牌子谁立的！钟长老，快出来！告示牌响了，又有人晕在药物中了。好，很好，已经有弟子说出了第9味药，那么第10味药能否有人辨认出呢？我知道，徽宗长老，这第10味药是迷烟罗的叶片，这种萝卜蕴含毒素，一旦采摘不当，毒素就会催发于空气当中，遮掩视线。不错不错，那么且看好这10种药物混杂该如何解毒。这画风不太对啊，说好的治病救人呢，怎么搞得跟传销一样？这群炼丹的不会是炼不出丹，集体魔怔了吧？13色玄火，长老的控火术又精进了。特效倒是挺华丽的，就是这炼药手法，怎么看怎么像在炒大锅菜。这次咱们再来个刺激的，冲龙玉，走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叫再来个？我昏迷的时候，难道也没逃过这一劫？快，计时！这次铁定在5秒内醒来，绝对不会再出意外了。这干什么？5、4、3。你总算醒了，没事吧？
应该没事吧？诸位师兄长老，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的鼻子好痛。你中了幻觉，那药物毒性防不胜防，你们没有经验，一时不察很正常。不过，这也不是没有好处。好处？师弟眼光狭隘了。这药物实际上是很多大补的玩意儿混合而成的，滋补过度是为毒。如果少量吸入，其实对身体有滋补的效果。一般人很难把控这个度量。过几日我去远云间讲道，你可以来听听。到时候加入丹阁，想怎么洗都成。有师兄看着你，保证不会出事。好嘛，破案了！说这么多，感情又是在忽悠人加入，连药物有好处这话都敢掰扯出来。你怎么醒了？为何一直看着我？莫非是丹毒还有存，产生了幻觉？要不要我再给您老看看？钟长老，你放心了，我只想知道药物里那块坑坑洼洼的告示牌是谁立在那里的。我打算提点土特产，当面感谢一下他。这样啊，你也觉得这个告示牌效果很好吧？那是你大师姐立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大师姐？当初丹阁药物弥漫，她创新性的结合了迷阵诱导，树立了一块牌子，保证你们每个中了药物的人都会靠近这个牌子，然后敲响它，这样我们就知道又有人中毒了。槽点太多，无从吐气。如果没中毒，看告示牌无所谓。但我中毒了，还被迷阵吸引过去撞牌子，这腹黑程度简直令人发指。那牌子上写了啥？怎么你们一个个醒了后都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？上面写了药物有毒，还请屏息。对了，钟长老，昨天那头白狐怎么样了？他还蛮会挑的，组合成了个连我都没见过毒。这是我最近几年解过最有意思的毒，真想回到昨天没解之前的时刻再重来一次。你这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，不会是想让白虎再复刻一个毒给你解着玩吧？现在的话，应该在后面山林里吃好喝好，好像还谈恋爱了吧？不愧是虎兄，刚一入宗就给自己找好了道侣。劳烦钟长老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刚才还是乌烟瘴气，转眼就是千亩良田，这丹阁挺深藏不露啊。怎么样，我们这灵田壮观吧？只要你来丹阁，未来这下面的灵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。你们这拉人是有人头费吗？我也想有，但并没有。大长老只发指标不发钱，炼丹开销没有上限，拉不到人，大长老会苛刻我们这些长老的开支，你说说多损啊！好在我拜入了道君名下，可惜这份烦恼我永远也体会不到。憨屁，当舔狗是没有前途的。就算你现在很快乐，靠你那一手拜年剑法能有什么魅力？我其实跟舔狗不熟。你熟吗？不太熟。那我们回去吧。来，感谢钟长老带我们看舔狗。哦，谢谢钟长老。堂堂祭血道君弟子，谁不知道待遇好到爆？至于这么抠吗？不用演了，没讹到钱。哎呀妈呀！钟长老，你这活也忒遭罪了。他在旁边晃悠着，俺总感觉腚凉飕飕的，差点被那白虎给撅了。你受受罪，再把他送御兽一派吧。他有弟子令牌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拜个师啥的，那应该挺有意思的。师兄，我昏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感觉好像有些不太对啊。我的鼻子特别痛。你昏迷的时候，钟命令用冲龙玉把一团药气直接轰进了你的鼻孔里，你整个人都在床上飞了一下。原来是这样。那许兄，你感觉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在昏迷的时候，好像隐约听见有人说“铜头铁骨不怕，死不了，放心砸”。可能许兄你的头疼和这个有关。我就说怎么这么疼！
这他喵是差点给我来个开颅手术吧？到底是谁教丹阁这群庸医这样治病的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来丹阁了，不然我怕再看到周慕灵会忍不住给他来个大逼兜。吧，不对，那虎兄怎么办？先让他再舔几天再说吧，看看他能不能挺到。虽然我感觉很悬。许兄，我先告辞了，2日后远云间再见。我操，好炫酷，差点忘了这是个多金的副歌。这控制方式，说俗气一点，跟控制燃气灶的燃气大小没两样嘛。你回来了。这压迫感，怎么有一种搞外遇被抓包的即视感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去丹阁了？你身上有药物的气息，你没事吧？这你都能闻出来？唉，这遭遇简直造孽，无从说起啊！进去再说吧。起包包嘞，而且还有2个，都好大，是怎么弄到的？这不是今天早上刚想起白虎，就寻思结束讲课后过去看看，结果……这个是不痛的，因为没有疤。其实痛点也成，有用就行。这种起包还是短痛比长痛要好。你知道丹阁里面那个坑坑洼洼的告示板吗？那个告示板简直反人类，藏在药物最深处，警告人不要吸药物。说起来，我们那个师姐还没有在其他地方也搞这种抽象玩意儿，别到时候我又踩坑了。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其实师姐人很好的，就是有时候和你一样，想法比较天马行空罢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信。你到时候见到她就知道了。陆清燕师姐她和师尊一样高挑，很漂亮的。不过她最近不在天虚。再漂亮也没用，以后见到这位大师姐，绝对得绕着走。下次一定……呸，没有下次了。嬷嬷，但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去丹阁的。有些珍贵的丹药可以加快你凡退期灵海震荡，你得先去第5园用贡献点换凭证，再去丹阁取。怎么样才能避开药物？什么不去丹阁？在玄丁大帝面前也不是不能去。说起来，能不能用控焰术做饭？刚好还可以锻炼一下控制力。用手直接输出火焰炒菜，这就是控焰术的实战演练。我这操作简直太酷了！你为什么要把手塞灶堂下？我在练习控焰术，你不懂，这样火候控制得更好。是吗？你知不知道控焰炎术除了能生成火焰外，更重要的是操控，不用把手塞进去的。师姐，你刚才什么都没看见，对不对？看见了呀，你刚才看见了，等下就没饭吃。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说起来，昨天师姐说我的贡献点已经打到令牌了，今天刚好去看看。973万，这吃软饭的感觉也太爽了吧！
道君的本命器，我这余额能买9件。天虚不愧是3大圣地，能把别人道君揍死，还能把本命器抢回来挂在这儿卖。可惜买来也用不了。这名字一听就是强身健体的。哼，我堂堂纯阳之体，需要这个？林青说过，虚壳里不能放活物。40斤鲜活的虾，要是一不小心在虚壳里折腾，把我给做掉了，那死法可太丢人了。这软饭越吃越香，这令牌连试都不用发。这只是巧合，刚好看见了，来都来了，刚好批判一下。没想到居然是正经功法，没劲，就这，失望。天辉的师兄们很真实吗？裤子都被狗啃烂了，大差评！这个好，能跑赢狗，强烈推荐。这位吃药的师兄到底去招惹那条狗多少次啊？这实打实的狗都嫌。道君都学不会，万一我学成了，岂不是牛逼炸了？这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？看看各位人才师兄是怎么练的。好家伙，直接当安眠使用了，难怪乐林清能秒睡。天虚真是人才济济，用生命在修仙。怨念古法讲究一个怨念，就是你觉得这样干能成，然后它成了，你的怨念就会得到增强。怨念越强，你能干成的几率就越高。这不就是俺寻思之力吗？功法缺点是没法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练成。你以为你成功了，但或许只是你运气好。什么玩意儿？等等，我刚才明明已经看完了，为什么我一点记忆都没有？这段记忆直接被吞噬了。鬼鬼，这功法太邪门了。这位师兄的痛力透纸壁啊！哟，这不是小钟吗？许师叔气色恢复不错啊，手劲儿还挺大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有900万贡献点？哈哈，也不多，也就9736213而已。虽然9736213对于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，但9736213也不是个大数目。我每天起来就要想着该如何花这973。小钟啊，你说如果你某一天获得了9736213的贡献点，你该怎么花呢？许师叔，你这是又来耽搁干嘛？总不能是故意来消遣我的吧？哦，就是来拿换好的丹药，贡献点贡献绳刚好9736213。
也就区900多万而已。如果大长老不发阅读优秀善使的证书，那么自己1年也是可以赚到3、4万贡献点的。运气好，说不定有7、8万。不过就是自己几百年的俸禄罢了，有什么好秀的？可恶啊！你小子最好活久一点，等我几百年后狠狠的嘲讽回来。哟，这不是小钟吗？我又想起那973万。怎么回事？几分钟不见这么虚了？不劳许师叔费心，等你走了我就会好起来。啊！虚？什么虚？来来来，朱长老，尝尝我新炼制的超级大补丸。甲醛啊，你这又炼了什么好丹药？何止是好，简直好的不能再好！我这药将超越10全大补丸，成为最补的药。我这里面加了肉丛、羚羊蟹、鹿壤锁阳、八极田、杜仲，这跟爆菜一样的配方，全都是强肾健体的虎狼之药啊！后悔师兄留言说要多吃补药，难道这是天意？这么说，你很懂养生喽？开玩笑，我超懂的。来一个。甲醛这货炼的玩意儿多半有毒，但我境界高，吃一颗死不了。只要许平秋跟着吃，还有一个凡退境，绝对当场翻白眼。等等，林清警告过，不要在丹阁随便吃陌生人的丹药。小钟这眼神不对劲。钟长老和这位师弟，就好好感受一下丹药强劲的药力吧，保证不会令人失望的。小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点？还成，我本来就不虚，这丹药顶多也就锦上添花罢了。我操！该死的甲醛，这就是你炼的补药！我确实用的都是大补的药，理论上没问题才是，是怨言古法的问题，而且钟长老也都吃了，还说我这是好丹药呢。这黑锅怎么甩到我头上了？也死了雷！把门堵上！今天谁也别想完整的走出这里！别踹门，我是长老！许兄，这还真是巧了，你也来兑换丹药。不过你来晚了，估计要等很久了。难道许兄你把丹阁给搬空了？不是，是有人凭借一己之力把众多弟子给压倒了。现在他们应该在茅坑挣扎。是有人分发丹药？那许兄你没中招吧？笑话，我岂能在丹阁摔倒2次？那小钟还想坑我？现在可谓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这是那啥炸了？应该是吧。我先润了，你要是不急，建议明天来，不然可能有些倒胃口。多谢许兄提醒，污秽虽多，但我可以用净医术。弟子许平秋，见过师尊。怎么回事？
每次见到这位白丝师尊，心跳就不自觉的加快。你见到我很紧张？是有些。师尊清幽卓绝，世上能有几人如师尊这样？徒儿见之，心境难免泛起波澜。睹貌而相悦者，人之情也。这是你心里话吗？当然。亲口薄舌，你若见了我的真容，未必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那至少在此刻，弟子心中的师尊是白玉无瑕的。惊讶吗？这是天书阁里记载的奴印，这种用于奴役他人的古老道术，怎么会出现在一位道君的脸上？那个师尊，你也不能自行抹去吗？这对我没有约束，随时可以抹去。但你觉得我的过往会因他的消失而消失吗？我留着是为了找到他。你觉得我会如何？找到他，杀了他。仅仅如此可还不够。他当年对我无恶不作，妄作无为。我今日修道有成，自然要了结这桩因果，断他轮回。师尊既为此人劳神至今，弟子愿尽绵薄之力，可否将此人的线索告知弟子？若弟子修道有成，自当愿为师尊献力。你境界尚浅，知道这些只会徒增烦恼。今日来找为师是有何事？我在天书书中看见了纯阳之体的一种修炼术，可以凝练纯阳真火。我想请教师尊，是否可以现在修行？天书阁中似乎是有，但我有一卷更好的法法，就是难了些。多谢师尊。师尊脸上的奴印，还有他说话时的态度，总感觉哪里有些奇怪，但又想不通关窍。而且他那句断他轮回，仇恨极大。算了，钻牛角尖没用。开摆，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去做小龙虾，顺便试试那个怨念蛊法。这口吃席用的大锅，正好对付那40斤灵尾虾。如果怨念蛊法是违心的，那我只要疯狂寻思，这锅虾绝对好吃，是不是就能增强怨念？如果我寻思你的怨念成功了，你再寻思其他人，无限套模，岂不是直接起飞？理论可行，等下林青回来，必须拉着他试一试。现在先让麻辣小龙虾下锅。怨念蛊法，如果真是唯心论，那只要我足够嘴硬，认为正面就是反面，能不能成？如果我寻思你的怨念成功了，你再寻思其他人，大家手拉手套娃，这不就直接无敌了？待会儿必须找他试试。今天是什么呀？哇，是虾虾耶！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你尝一个看看。什么情况？全自动剥虾，这简直是吃小龙虾的终极梦想。嘿嘿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剥给你，我剥虾可快了。为什么你的灵诀能剥虾，我的不行呢？等你突破凡退后，黄庭灵海会受紫庭倒悬之威势捡起潮汐，灵诀也会得到加强。那个阶段叫做炼神，灵诀分为轻、灵、重3等。我现在的轻只能做到这个，到了灵就能御使有灵的物品，重就可以驾驭天地万物了。乖乖，看来修炼的动力又多了一个。对了，我有个关于怨念蛊法的绝妙想法，如果我们互相寻思对方的怨念，就能套娃下去。不知道已经干过了，当初我出他尝试了2天2夜没成功才放过我，你不会也要这样干吧？行吧。灵尾虾的灵力加上这灵气，周天运转越来越快，感觉
觉不到极限，我要再快点。不对劲，灵气怎么在往外跑？修为在倒退，这绝对是幻觉。只要我不信，幻觉就等于不存在。既然你让我觉得灵海枯竭，那我就加大药量，看你能枯成什么样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反噬，这是成道7劫的真空劫啊！师尊，我是不是没尽到责任，没有看好他？无需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误，他太能折腾罢了。放心，他不会有事。这就是心魔劫，什么都没有，连我自己的身体都感觉不到了。既然是做梦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大胆一点？我要开天辟地，再塑地火水风，怨念古法，按玄思之力，给我开！所以刚刚的黑白道轮不是我自己寻思出来的，是师尊出手把我救回来的。多谢师尊救命。你天赋很高，没必要那么着急。太贪功冒进，不是什么好事。这次算是个教训，下次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。下次不一定这么幸运。意思师尊还能有下次？弟子知错。明日早些来雪关，我教你剑术。让师姐看看。太好了，你没事。我觉得不好。怎么了？哦，你被我压着了，我先起。你流氓！你先动的手，按严格顺序来讲，你才是哦。刚才作死一回，灵海暴涨了好几倍，再加上师尊那个警告，先收一收，别再浪了。做一次死顶10天苦修，这性价比谁顶得住？不过师尊的脸色，算了，先研究纯阳真火，择日再作死。凝手汇聚4关，真阳凝聚后阳气旺盛，引动，这心魔劫不就是歪歪吗？哎，师尊的功法更难等于更强，除了看不懂之外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焚道即空，什么是道？怎么焚？即空又是什么？虚中生无道则成，净空得功。我感觉脑筋快缠一起了。我寻思，我再寻思一下。可恶啊！这玩意儿不用补阳气，不用凝真阳，连心魔劫都没有。看起来难度断崖式下降，就是开不了悟。等等，焚尽归空。我刚才作死的时候万物寂灭，就剩黑白交织，这不最契合焚道即空4个字吗？难道师尊深谋远虑到这个地步？果然道君强的一批，能吃上这碗软饭，实乃我幸。火种不用从无凝出来，是掌握已有的，剑根虚寂，敢比之有。来了。走了。行，成功请了尊大爷回来，想见一面还得预约，没意思。平秋，平秋，平秋，快去师尊那儿练剑了，去晚师尊会生气的，超严厉的。不对劲，按惯例，这位祖宗起来后还得再美美睡个回笼觉。他都穿好了，还不惦记吃的，我不会完蛋了吧？
什么时辰了？别问了，连早饭都来不及，快走快走！师尊罚他的话，应该不会太重吧？赶紧说句话，把氛围缓一缓。师尊，你不穿鞋不冷吗？怎么办？我好想把自己掐死，太尴尬了。不冷。为什么突然穿上了？被我那句话关心到了？还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不让瞅了？不敢问了，再开口怕自己抠出个三室一屋来。你觉得剑术应该是什么？杀人剑。剑为百兵之君没错，但武术的底子就是杀人，强身健体是顺带的。不过修仙剑嘛，天知道能整出什么花火，说不定还能养个剑灵当老婆。杀人技可以这样说，这算是剑术的一种本质。不过我要教的不仅于此，还请师尊赐教。术之通达即为道，剑术之上则为剑道。以剑代心，练剑即练心，凝聚剑意，踏足剑道，便可称之为剑修。修心之法不拘泥于一种，所以剑修也分多种。其一，凝练剑人，平日存于虚窍，出世如白虹，须臾旋转，势本克，生正混合，分化剑光，月影无形。其二，御剑成阵，执掌万千飞剑，众流归海，演化无穷妙用。剑阵所在，即为杀劫。其三，执3尺剑，奉己为宗，无物不斩，无物不断，任你道法玄奥，我自一剑破之。三种都帅啊！剑完白虹掠影，帅！万剑齐发即为杀劫，猛！一剑破万法，狂！我全都要！不对，时间不够。纯阳真火还没入门，金乌神卷还没翻完，炼气也想学。一天12时辰掰成4瓣都不够用，万一后面跟师姐染上睡觉的恶习，那就更完蛋了。师尊，敢问哪种更炫酷？可是我只会第3种。所以您说那么多不是让我选的？师尊的眼光就是我的眼光，师尊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。一剑破万法，绝了！没有比这更适合弟子的了。那就从最初始的动作学起，然后再是招式。看好了。全程没有灵力波动，纯粹是肉体对剑的掌控，而且真好看。你来一遍。是，师尊。行对了，力全散了。他一次能裂空，我一次跟在空气里划水。勉强过关，不过你的发力需要纠正。别想！静心凝神，待会儿记不住，同样受罚。嚯，差一点点。接下来继续练习500遍，我替你数着。怎么师尊也这么好看啊？还都要在我练习的时候。是。惹不起，躲得起。为何要转过去？师尊您说呢？我只是坐着，何苦怪我？他还装。
你想看是你心猿意马，我不阻拦，是为了练你的心。若你能做到心无旁骛，剑能通神，岂会受我干扰？无懈可击，看了心乱乱怪我，不看憋得慌也怪我，左右都是他赢。反正都要受罚，不看白不看。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恐惧。好了，够500次了，原地调息吧。当初林清花了4、5天才做到500次不出错，我没少罚他。你第一次便做到了，为师是不是该奖励你一下？都是师尊教的好。我也觉得。不是，正常流程不应该是你来一句也是你资质好，然后我再捧一句互相客套2顿，然后奖励到手吗？你怎么直接认了？太物质的奖励你拿着也没用。这样吧，你来帮为师把绣鞋穿上，如何？啊？什么奖励？这也太……不对，肯定有诈！才认识几天，他对我也太亲了。冷静，这是考验。师尊，您就不怕我有什么？那你觉得我是应该在你第一次看我的时候就严厉呵斥，断了你的念头，还是不该收你为徒呢？这话太重，我踩到不能踩的红线了。好了，别傻站着了，过来替为师穿鞋。冷静，我是工具人，人形鞋匣子，对，鞋拔子不需要感情。刚才话重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可师尊说的对。什么对？你之前说我清幽卓绝，白玉无瑕，是骗我的？当然不是。那你对我心思不是天经地义？这心思和青木是2回事。完了，我是不是刚才拐弯抹角承认了什么？纯阳之体日后必有心魔结，我平时把你压得滴水不漏，到时候就是根绷到极限的弦，一松直接断，脱了。穿好了。我不愿你因心魔劫里一个虚妄的我，白白丢了命。虚妄的你？心魔劫会造出你最想要的东西。你平时被压得越狠，那个假的我就越真。你说过的，要替我抓住他。我不会死在心魔劫里。你说了不算。师尊说的他……况且穿个鞋而已，对我没什么所谓。我是你师尊，也是道君。我在他面前耍的那些小心思，大概跟3岁小孩偷糖被当面抓中差不多。这个你想要吗？想不想要？这是什么送命题？说想，我就是当面承认自己对他有心思；说不想，他又不是傻子。我眼神早就出卖我800回了，装什么装？反正你在他面前射死800次了，不差这一回。不过，不是白给的。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师尊，请讲。你拿了，下一环节的练剑，可就不许后悔了。什么级别的练剑？怎么，怕了？没怕。他没说具体内容。
说明内容恐怖到说了我可能当场跑路。不拿，炼界难度也不会降；拿了，至少赚一个。沉没成本已经付了，追加投入才是正解。倒是果断。弟子做事从不拖泥带水。藏好，被人看见，不准说是我的，也不许拿他干不正经的事。弟子绝对不会。大概。师尊，弟子来了。今天练什么？还是500次吗？逆鳞，认得。天书阁里有龙族逆鳞，一条龙就1片。想拿到，要么打死龙，要么龙自己送你。第五月圆那一排道君本命旗，这鳞片100%是打下来的。师尊太强了，不敢问。告辞。他会把你送入幻境。什么幻境？痛感、死亡全是真的，死了退出来。里面有什么？敌人，用你手上的剑打赢他们。他们？不是他。玄定之前打通这个幻境，我答应你一个要求。任何要求，再过分也可以。任何要求，再过分也可以。为什么？这件事是秘密，告诉任何人，承诺失效。师尊，到底为什么？做了就知道了。一个道君起誓，任何要求，他图什么？这东西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玩意儿？死前的怨念。等等，这就进去了？说好的心理准备呢？该不会让我去打龙吧？恭喜你学完了基础剑招，来挑战这头道君级真龙吧！皇帝，什么仇？石哥哥。不是随便站的，围杀阵型，擅长合攻，全是奇门兵人。都说兵器越怪死越快，问题是现在死得快的好像是我。好消息，不是一起上；坏消息，一个就够我喝一壶了。这皮革一扁担下来，我人没了。探不透，至少灵绝境差了一整个大截。初见杀最难，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阴招，硬刚等于送死。先跑，让他多量手段，攒信息，下次再来。不追。好，给我时间就行。费城，能不能利用建筑跟他绕？不，修为差太多，跑进去也是。走着就追上我了。我靠！来呀！两臂全碎了，脏不也？
连补刀都不让我落地，真有你的！死了，第一关就死了，一招都没接住。那座城是什么地方？那12个人是谁？师尊说我可能会死很多次，现在看来，这很多次是保守估计。就这第一个壮汉，我估计得死个14、8次才能摸清他的路数。再来，死就死呗，反正死不了。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壮汉还能把我拦到玄定之后。再来，这次老子不跑了！我操！我他妈！松不开！你大爷的！回来！又来！你妈妈批的！你站那儿别动，让老子砍一刀就一刀！境界压制，力量碾压，武器克制，这他妈怎么打？师尊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等等，冷静一下，我能带进来的只有这把剑，境界也好，道具也好，都带不进来。速度根本。我靠！行吧。头好晕，是进出幻境消耗神魂，还是被敲傻了？算了，先不作死了。硬刚不行，那就靠身法拖时间，多观察他的破绽。还有，明天得去天书阁查扁担怎么打。行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拜拜了，您呀。我操！这死亡的感觉也太他妈真实了，骨头断的声音我都听见了。这是哪儿？哦对，秋院，我自己的院子来着，估计是师尊给我准备的。这样想想，还是有些小感动的。水都凉了，我在里面死了多少回？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平时不都躺着吃东西吗？今天居然在用功。扁担难，体修，力量碾压，速度也碾压，正面刚等于送人头。血变应该能破防，但前提是我能碰到他。身法得练，不求打赢，先求多活2秒，活得久才能观察他招式。还得去天书阁查扁担，这破兵器肯定有套路，我得摸清楚。回来了！剑功学的怎么样？师尊有没有骂你？有没有罚你？学会了啥？学会了100种脱手方式和100种死法。你干嘛吞吞吐吐的？你不会惹师尊生气了吧？没有。那你这表情怎么回事？做贼心虚啊！我总不能说今天被一壮汉用扁担抡了几10次，脑子现在还嗡嗡的，就有点累。肯定是师尊凶你了，我就知道师尊练剑的时候超严的。扁担难是吧？等着，老子早晚把你脑袋拧下来当木鱼敲。没有关系啦，
今天没有学会，明天再学就好了，慢慢来，总能练会的。师姐，你在安慰我？我懂那种感觉的。他懂什么？我今天被扁担男抡了几十次脑壳，这能懂？不对，不是这个。等等，师姐被师尊罚过？那个我没说。你脸红了？没有。来，坐好说。师尊怎么罚你的？你今天不是被罚过，怎么还问我？原来他以为我也被师尊揍了。行吧，这误会挺好用的，说不定不一样呢。说说嘛。就打手。还有呢？打。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是……你就是在笑我。不是笑你，我是担心你。担心什么？你不会被打扁了吧？才没有，我又不是次次被打，很少的好不好？那打了几次？5次？10次？不告诉你，总之很少。10次？到底是打手多还是打多？许平秋，你闭嘴！好，不问了。以后不准再提这个。不提。小师姐被师尊打，记下来。哼，我去洗澡了，你不许偷看，也不许偷笑。什么打扁？怎么可能打扁？我就是笨一点点而已。我什么时候偷看过？你那个眼神就很可疑。怎么这么好逗？你怎么不修炼啊？累了。那你睡你自己屋去吗？你的床比我的香。什么香不香的？你在干嘛？睡觉。你这是在扮蚕宝宝吗？也不是不行，等我睡醒了就会变成漂亮的蝴蝶啦。蝴蝶？我看是蛾子。是蝴蝶，很漂亮的那种。而且师姐也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对啊，我严实了你就不会乱来了。我定力很强的好不好？明明是你自己。不听，你是猪。行，你说我是猪是吧？那我现在表演一个猪拱白菜。我才不是白菜。不是白菜是什么？萝卜。都不是。那你是猪？你才是猪！师姐，你心跳好快啊！你怎么了？我在好好睡觉啊！哼，你明明一点都不乖！饶命，脸要烂了！让你乱来，让你不正经！你这手劲够我吃3天止痛丹的，活该！平秋，师尊教我们练剑，到底图什么呀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师尊那么厉害，教我的时候就打了好多次，教你也是。我觉得他好像特别着急让我们变强。逆鳞、幻境，12个人，替我抓住他！想什么呢？不跟我说？没什么，师尊那么强，他做什么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你这是敷衍我。睡觉，蚕宝宝，明天还得变蝴蝶呢。是漂亮的蝴蝶，不是蛾子。好，漂亮的蝴蝶。师尊图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他说过替我抓住他，扁担男，12个人，那座城，管你是谁，老子打通为止。
所以我到底是怎么被挤下来的？今日远云间有授课，你不去吗？忘了。没事，去吧，多学些其他的也好。是，师尊。咋回事？你白富美呢？倒也合理。许兄，你来了。虎兄正和我聊天呢。好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我听不懂。他刚说啥？不知道啊。我有学兽语的计划，但还没来得及学。那你听不懂，怎么和他聊的天？虎兄说，我听，单方面聊天也算聊天啊。你是认真的？许师兄，李师兄，这白虎是……这眼神，福利控确诊，这是虎兄。当初考验的时候，你懂兽语吗？口音有点怪，我试试吧。能听懂，你说。他说啥？他说你重色轻虎。谁？你我什么？重色轻虎。仔细一想，确实是。许兄真是好坦然。他骂的太脏了，我不能翻译。别跑了，白虎师兄，跑出翻译范围了。你也别光吼我，我那天是忘了，但第二天来看你了，我和他差点嘎在丹阁，你知道吗？确实，那天我和许兄还看到你跟另一头白虎在林子里嬉戏呢。全是脏话。不是，我耳朵天生敏锐，开场会鸣聋，所以捂住了。这不是钟长老吗？姿势这么骚扰。诸位，我操！这虎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好像猜到了些什么。我也觉得。小钟，别怕，我来也！许师叔，许师叔，您这是？别动啊，小周，我在保护你。让我们掌声有请丹阁大师周木灵钟长老。一出场就获得了瑞兽的肯定。什么叫肯定？这就叫肯定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嗯？小钟，你说什么？问师叔时不时有饼？咦，小黑子真下头。你怎么惹得虎自己解决？我就过来看个乐子，不关我事儿。虎兄，你不想见真正的雌白虎吗？兽院有一只贼拉漂亮的，我帮你追它。我能摸摸吗？给它吃肉就行。这虎有当交际花的潜质。丹道，夺天地之造化，炼日月之辉光，化万物之灵为己用。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就对了，这就是逼格。但那些都是道君干的事儿，咱们学后面的，化万物之灵为己用就好。本质上就是把药材药力凝结为丹。好，有什么问题？许师叔有什么问题？你说，
吃了辟谷丹，他到底算吃饱了还是辟谷？那得看你吃的辟谷丹用什么炼了。普通辟谷丹本质是把食物压缩成弹丸吞下去，不算真辟谷。炼化灵物精元的内容，化为灵力不沾烟火，才是真辟谷。小周，你还是有一手的，这不算什么。那吃消食宴吃到撑，他还消食吗？还有没有其他？我有个疑问，过期的毒丹是不毒了呢，还是更毒了呢？它还算毒药吗？我建议你俩再来丹阁接受治疗，因为我感觉上次没有治好你俩，需要再来一个疗程。那如果你治好了我的病，算不算剥夺了我当脑残的权利？你不是我活了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这么无语过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这是药理基础，有兴趣的可以去丹阁实践。来了就是赚的，我先走了。钟长老跑得真快，那是跑路这一块，他算职业选手了。白虎师兄，你的毛好软。程州兄，我先走了，还有些事儿要办。许兄要去哪儿？第5局，买点东西。总算不追我了，还好身边有个扶弱孔在，我安全了。许师兄，今天需要什么？最大号的妖兽带，还有罗皇蟹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最大号，那个能装灵绝境妖兽的。对。许师兄最近是要搞什么大事？搞大事轮不到你操心，开单吧。妖兽带500，蟹20只200。许师兄，罗皇蟹虽然捕灵海，但一天最多吃3只。我体质特殊。哦，对，纯阳之体，那确实能扛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地务院记着您的体质档案呢。纯阳之体的补给方案跟常人不同，我们有专门的清单，你要看看吗？连地务院都有记录，那全天虚知道我是纯阳之体的人有多少？不用了，多谢。一共700贡献点，成了，您慢走。多谢。师尊对我将体质的事瞒得滴水不漏，但底下的人好像都知道，到底是他在瞒我，还是瞒别人？跑路倒数得选个速度快、灵活性高的，风行步太基础，云游诀要到灵绝境才能学。这个不错，借水势而行，在地面也能用，就它了。挑压扫砸架，注重2件调用。扁担男用的就是这玩意儿。纯阳体质，3倍。算了，想太多没用，先把扁担男解决再说。等等，你这一招都没错。今天偶有所感。你昨天第一次就学会了。忘了在他面前装笨了。也不是。你昨天不是说挨罚了吗？挨了什么罚？是挨了，但那个这么吞吞吐吐，你是不是骗我？我没。
我何时惩戒过你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师尊，哦，原来你觉得那算是惩罚啊？什么意思？林清，师尊，他骗你，你不生气吗？骗我什么？昨日他在我这儿可没挨什么罚。你骗我！我那不是怕喜结担心。骗人就是骗人，还找借口。师姐，你的肚子在叫。才没有。早上那碗肉酱拌面好香，平秋做的。算了，看在你做的面很好吃的份上，就原谅你了。林清，你这脾气，我本来就不是很生气嘛。算了，林清，你与他切磋一二，让他看看何为剑术。好。师姐，你这剑有点晃眼。厉害吧？师尊给我的。这差距，不然直接判他赢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师姐，你能收着点力吗？啊，对啊，你还是反腿。放心啦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他这笑容怎么感觉不太靠谱？开始吧。这招我见过。我在幻境里被轮了几十次，不是白挨的。怎么回事？在幻境里明明……这是什么招式？求求你了，师姐，别问。你刚才在干什么呀？我在尝试缴械。可是剑是短兵哎，你用长兵的打法，而且你力气好小哦，我都没感觉到。长剑虽有个长字，但它属短兵。你想用长兵套路缴械，破绽太大且不实用，愚蠢。是，师尊。林清，不用留手，给他压力，他会成长得更快。有我在，打不死。是，师尊。对不起啦，平秋，师尊说了不能留手。来吧。又来！你要加油哦。我尽力。这第几次了？第5次。再来。平秋，没事吧？要不休息一下？师姐，等一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剑老是被挑飞？这个嘛，就是那个，反正就是控制手上力道了，然后就忘了。没有啦，至少我用得出来啊。好了，别乱想，待会儿记不住真罚你。是。让我怎么不乱想啊？喂，你贴这么近！力非虚，也非实，收发由心。握得越紧，不代表握住了剑，那种力是紊乱的，无法掌控。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了。什么感觉？凉凉的，软软的。我说的是力道。力道，对，力道的感觉很清楚，全身拧在一起的那种。掌控每一缕气力，便能做到稳固自身，同时扰乱对手。这个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掌控每一缕气力，稳固自身，扰乱对手。世俗中有人称作明镜，明镜不局限于气血。这是一种开悟，可以同样用来掌控灵力。好快！而在那之后，
更进一步掌控每一缕神魂，凝聚为自身意志，便可称作剑意。哇！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师姐，再来！啊，现在？对，趁感觉还在。成了！你做到了。就是这样，我懂了。啊，没事吧？疼不疼？没事，就是散了，控制住不住。可恶！当初林清花了4、5天才做到不出错，我没少罚他。你第一次便做到了，为师是不是该奖励你一下？都是师尊教的好。我也觉得。不是，你怎么直接认了？好了，今日到此为止。乐林清，往后你教他身份。啊，我？你？可是我教的不好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如果教不会，等他彻底掌握明镜，再来找我学进阶。另外，不要只会埋头苦修，炼丹炼气之类，闲暇时接触1、2，对修行大有裨益。是师尊，那个师尊，纯阳真火不急，你慢慢凝练就是。可是我……好了，我还有事。这敷衍的语气，他根本没指望我练成吗？还是说这火没他说的那么重要？怎么办？师尊又让我教你了。没事，慢慢来，这也是师尊对你的体验。可是我真的不会教人啊，上次教白虎坐下都教了1天。白虎又不是人，反正都是教，道理一样的。先前你和师尊打的阿弥我还没搞懂呢，你告诉我嘛。你不想知道？我想知道。你真的不想知道？我真的想知道。你知道我会杀死。那我更要知道了。你干嘛突然停？师姐，你说，如果一个人觉得你在罚他，但其实你没有在罚他，那你在干什么？在逗他玩。有道理，所以师尊从头到尾就是在逗我。所以到底是什么？对了，师姐，你之前说师尊教你凝练剑意。嘘，不要说这个，我会出大事的。师尊要是听到，会想起来我还没凝练出来，然后抓我去练。到时候每天都要早起，回笼觉没了，懒觉也没了。平秋，你骗了我，所以你得补偿我。里面有好吃的，对不对？走，做饭。螃蟹，钱不到我吧？这些都是你的？我就那个蝈蝈和铲铲，其他是师姐送我的。为什么送这么多？因为她做菜太难吃了，所以把全套都送我了。不过现在这些都是你的了，你要好好用上它们呀。陆师姐的厨具传给了她，她又传给我，这是什么薪火相传？师姐，浮光掠影是什么？金乌神卷里的身法4层，浮光、掠影、日灵、月金，都能干什么？浮光就是咻的一下变得超快，
还能分出金光骗人。掠影就是金光里藏幻影，然后人藏在影子里，然后咻换来换去。什么叫咻换来换去？就是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再咻这样。听不懂，一个字都听不懂。但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问了他会比划的更抽象。集速度、幻术、遁术于一身。师姐，你学到哪一层了？掠影，能演示一下吗？当然，看好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快吧？确实快。刚才是意外，我光顾着看锅在扑通扑通了。好了。你这眼睛为什么总是一闪一闪的？经验炼目，能看破邪祟虚妄，还能增目力，可厉害了。我能学？得等灵海焕然产生金炎才行。你现在还早。又跑。不管用，什么法子都不管用。这货跟我八字不合。算了，先不跟他较劲。去幻境练身法，边修行边练浮光掠影，才是正事。能同时修行，好，那就加上浮光。太快了，身法还不够。啊！口中吐气，是打空之后的后招。我被口气杀了。点单打空不是失误，是故意。打空才能吐气，气才是杀招。放大招不喊技能点，打空故意幽人近身，近身后吐气秒杀。够卑鄙，够无耻，我喜欢。不听话的真火，扁担男的阴招，火的事先欠着，身法和幻境，死到完全熟练为止。你昨晚不是说想看看黑色和白色哪种更好看吗？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他居然真的记住了。不好看吗？好看，都好看。只能选一个呢？白色像血观，黑色更利落。非要选的话，你喜欢哪个？哪个就最好看？你是不是不敢选？我是怕选错了，明天吃不到饭。饭明明都是你做的。对哦，那我更不能得罪你，不然你把我的那份也吃了。只许看，不许动手。遵命。其实我不太喜欢穿这种，不过偶尔试一次也不是不行。不喜欢就不用勉强，我昨晚只是随口一说。没有勉强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会不会高兴。我很高兴，但不是因为长袜，是因为你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林清真好。那你还这么坏？我坏才能体现林清的好，这不天经地义。把这个吃了。我刚亲完你，你就给我吃药。先说好，这不会是什么让人忘事的丹药吧？静心丹，专门给你准备的。我看起来这么需要静心？非常需要。效果确实强劲，现在我觉得继续看一夜见者都没问题。钟师叔特意调过药力，当然有效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就觉得你最近修炼容易心浮气躁，顺手拿了一瓶。原来林清这么关心我。我是怕你练差劲，还要麻烦我救你。那我要吃到什么时候？等你突破玄定，能够自己稳住灵力，应该就不用了。
唉，看来为了少吃几颗药，我也得加快修炼。丹药又不苦，但有人在旁边笑我，伤自尊。那就不笑了，睡觉觉。你也来，今晚继续给我当抱枕。我可以自己走。不行，万一你半路又跑去看御姐呢？随便抱。我以为气阁得岩浆遍地，烟熏火燎，怎么这么清幽？许师兄，你也来学炼器？师尊让我来看看，你怎么选炼器？我师尊说我耳朵适合，材料锻造出问题，会有异响，我能提前听出来。锻造时锤子砸来砸去，不会太吵？是哦，不过来都来了，先看看吧。师弟，看，苦练3年，摸摸。硬，确实硬。告辞。他们为什么都只冲着许师哥展示？别问这个，快走。我再重复一遍，都给我克制点！肌肉越练越大，咱们人越练越废。不要刻意凸显肌肉让别人摸，这是骚扰，会被投诉扣零食的。我上次在远云间明明瘦高温柔的，衣服底下藏了多少东西？可是杨长老，你不也是吗？唐仙韵，你说话正经点。哦。我了个回眸一笑百媚生，一拳打死刘德生。许师弟，江师妹，你们来学炼器，好，天脉地脉资质，我看好你们很久了。唐仙韵、卢君楚，你俩过来，其他人散了，把我说的话传下去，一字不落，别到时候让丹阁抓到把柄反嘲笑回来。小师妹眼光真好，到时候学会炼器，跟人斗法，直接一堆法宝呼他丫的。师姐，炼器一定会练出这么多肌肉吗？师妹想细胳膊细腿也成呀，随便切换的。放心，等你学会淬炼自身就知道了，粗的细的随便切换。你想打造什么？剑，百断剑。跟我来。许师兄，程州兄没跟你一起来。李师兄去福禄阁了。玄灵铁已经淬炼过一次，适合新手。用控焰诀引地火，烧到发白。温度够不够？灵诀看一眼应该更准。你已经洞开子府了，刚开没多久，这光幕是怎么回事啊？防护用的。你灵诀要是真探进去，地火一烧，神魂受损，轻则躺几个月，重则境界跌落。这么严重？在神藏境之前，你的神魂元神就叫阴神，是肉身之极阳运出来的，阴阳混着。灵诀就是阴神壮大的体现，而地火是极阳之物，你阴神碰上去，阴阳相克，跟鬼碰见纯阳法器一个道理，只不过阴神比鬼抗揍。那我刚才要是没被弹开，头疼欲裂，神魂受损，轻则躺几个月，重则境界跌落。被地火烧着神魂的感觉，不亚于受酷刑。多谢如师兄。想要真正无视地火，只有把阴气炼干净，把元神转成纯阳，谓之阳神。到时候极阳不伤你，反而助你。纯阳、阳神，这词怎么跟我体质撞上了？贴好了，下一步呢？这是冲压机，
都修行了，还自己敲不傻吗？用工具不是更快？那能用？当然。 2天，我敲了整整2天。兄弟，姐，没事啦，手工锻打能更好掌握力道，对以后有帮助的。真的？真的呀，不过用机器确实更快更省力就是了。我的胳膊肘啊，我的波棱盖啊，我的腰间盘啊！陆师兄，那你这肌肉是练了5年，但我从不自己抡腿。所以七个弟子练肌肉，真就只是为了好看？每压一次翻一面，不翻的话延展不均匀，后面折叠锻打容易出裂纹。明白。师兄，你这效率比前兄弟快了不止10倍。如郡主，你们维新派又在误人子弟了。这样炼制出来的器物没有灵魂，练出来的也是死肌肉。赵硕，有冲压机不用，那才叫把脑筋练死。你们传统派迟早把自己累死。那是匠心，那是传承，每一锤都是心血凝聚。不服来练练。二位师兄，这传统派和维新派到底争什么？用不用工具的问题。这不过是工具的问题。冲压机出来之后，契哥1个月把全年的灵石烧完了，剩下11个月穷得叮当响。这就是革新派的攻击。产能暴涨，反而更穷了。练得多，卖得多，价格就跌，跌了就得练更多，练更多，价格继续跌。哦，经典内卷死循环。听见没？所以我们手续派讲究匠心出品，产量低，单价高。赵师兄，我这2天锤出来的东西能卖高价吗？小钱，那是你练习，熟练之后自然精品频出。可师兄，你私底下也用冲压机的吧？我上次看见你看错了，那天光线不好。得，淋过雨的人想撕别人的伞，全是套路。过来，该你了。注意节奏，压完翻面，我喊停你就停。嚯！师兄，要不咱也……小钱，你别被他们带偏了。折叠的时候延长段对半，每次锤平再折，重复到100层，这就是百段的意思。懂了。小钱，你想想，继续锤下去，这身肥肉全变肌肉，多有魅力！可师兄，我觉得我这身肉挺好的。放过孩子吧，怪可怜的。行，用吧用吧。他活过来了。力道掌握的不错，你学过？练过几手。可以了，回火吧。第一次淬炼就接近金色，天赋不错。都是师兄教的好，我就是个执行的。小钱，蓝灰也很好了，而且这弯度相当完美。师兄，我一直想做直道，你不是要弯的？真有感觉多练几把，这次你自己来。你这要锻造个啥？让长剑对得起“长”这个字。行吧。
师兄，你这要怎么用？双剑流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常见啊，有几间两边开刃，只是剑身多了些。好。机会。要不再试试其他材料能达到彩绘的？不了，师兄，过犹不及，得烧烤，不对，得沉淀沉淀。这刻法入门，你拿回去看看，不要轻易尝试，至少我在场。好嘞，师兄，我先告退了。行，平时可以来工坊接些炼器任务练手，拿捏不准随时叫我。扁担男那招吐气杀人，我得找个同类型的，张嘴就能施展，不依赖兵器。借肺孕育攻坚之气，口吐而出，可裂石穿云。五行法门，反退就能学，跟扁担男的路子很像。速成法，吸入金坚之气，细小钢针来回刺穿肺部。不是形容，是真的刺穿，需要护肺丹保命，止疼丹续命。从一发一停变成连续输出，这帮前辈脑子转得够快。奇金葫芦1个，护肺丹2瓶，草莓味止疼丹2瓶。止疼丹还有蓝莓味、菠萝味、辣椒味也有，要试试吗？辣椒味的止疼丹卖的还挺贵，比草莓味贵50%。鬼鬼，这么坑，都知道是坑了，但好奇心它不讲道理。辣椒味的也来1瓶。许师兄，这是腌肉，等会儿从丹阁买完东西，回乌阁就能直接烤。庚金之气炼成之后，进幻剑跟扁担男用同一套路对轰，他吐气我也吐气，看谁的肺洪量大。不过先得把五花肉烤了，烧烤架剑，今天就是你的首秀。行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能加热，能旋转，均匀受热，我真他妈是个天才。什么鬼？内部发热，当然是从里往外输。等外面看着熟了，里面早过了。蠢！那自动旋转呢？总有用吧？灵力直接控制，比他转的还匀。他那个旋转，纯属多此一举。吃灰去呗，废物一个！我来了，今天是什么？烤五花肉。好耶！师姐，你这么馋吃的，以后心魔节不会全是好吃的把你困在里面吧？才不会，我哪有很馋？真的不馋？怎么样？现在信了吧？信了一半，剩下一半得我亲自检验。怎么检啊？
现在，我相信林清了。不吃的话，刚才不就白被欺负了吗？还要多给点儿。嘴上说不馋，身体倒是诚实。再烤一轮嘛，我还能吃。贪心。对了，今天要教你剑法来着。好啊。纯阳真火没搞定，明镜还不稳，幻境一个没通，浮光掠影刚学第1层，反正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，再加一笔又怎样？大不了我直接开摆。这门金乌剑法虽然也有剑招，但本质是9种运用灵力的方式，每种用剑招展现，学会之后随心而动，不用死记招式。总之你看我演示，看好了。这招，之前他跟人动手时经常展出的剑光，我还当是纯粹的剑气，原来是这么凝出来的。师姐，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都能放？对呀，打着打着偷偷斩一道出来，对面根本防不住。兵刃相撞，你要防我的剑，还要担忧我剑上蹦出来的焦光。打着打着偷偷来一下，好卑鄙呀！我喜欢。这一招叫什么？就叫第一剑。果然，期待师姐能说出什么酷炫的招式，是我的问题。灵力先压缩，然后编成网，网再叠起来，一直叠到快变成实体。加油加油，就差一点。对，那里再来一点。剑面太窄了，影响发挥。你这是什么啊？我今天练的剑。有剑柄，两面开刃，好像是剑吧，就是胖了点儿。他一定是很贪吃的，才会这么胖。可是你也很贪吃，但也不胖呀，不能这么说人家，这叫强壮。好吧，那就当是强壮啦。不过你好厉害呀，第一次练气就接近金辉了。其实也有金辉的。这个不会也是剑吧？哎，林清你很有眼光，怎么不是剑？那这把剑怎么用？这能一次性捅人8个窟窿，还不厉害吗？好像是哎。而且这个能转，对面砍过来，我接住，圆盘旋旋，顺势势滑他的剑，直接改变他出力方向，然后一刺。其实这东西除了当剑以外，主要是个不合格的烧烤架，烤出来的肉外生内焦。那它还是蛮实用的嘞，能打又能烤。再吹下去，他要把这玩意儿当传家宝。收。这么晚了，你不去沐浴？可是万一你咻的一下，又尝试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怎么办？
不会，我就在剑身上练，不往身体里凝聚。这都能出事的话，我去找块豆腐撞死。那你不能瞎尝试，只能在剑上面试，不准在身体里凝聚。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听见了。师姐每次挥剑都能斩出息光，如果我把息光加持在这8条剑身上，让圆盘转起来，岂不就是加特林？8条剑身一次性失败8次，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，8倍速的失败，要是有进度条，不得嗖嗖嗖嗖的涨？成了。犹豫就会败北。已经一滴都没有了。好玩是好玩，就是灵力不够使，突3秒就见底，还得吃灰。等等，幻境里灵力会重置到全盛状态，而且手上拿着的东西能带进去。果然，师尊不至于坑我，拿在手上就能带进来。他明明可以扛着剑光直接冲过来一扁担抬走我，居然还很尊重的一道道防，这算什么？怜悯吗？不然试试一起来，枪剑双绝，尾门剑法。虽然知道了这没什么卵用，但有一件事确认了：手持之物能带进来，灵力能重置。翻这个幻境，差的只是实力。扁担难，等我攒够本钱。话说，你的床能靠墙放吗？能啊，不过放在这里不好吗？我怕你从床上掉下去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从床上掉下去过呀。你没掉过，我掉过。昨天早上腰都快断了。这不是担心吗？靠墙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好吧。他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把这面墙给挤没吧？但愿吧。等等，你担心我掉下去，不应该是我睡墙这边吗？虽然这边靠了墙，但那一边是不是还能掉下去？你看，我躺在这里，你是不是会上来抱住我？是了。所以你抱着我，不就远离了那一头吗？这样就掉不下去了。对啊。这光跟他练功时候的一样，灵力在往我身上灌啊！主动全是到手了，可他灵力太多了，我这个主动跟没有一样。之前自己作死，以为那已经是修行的极速了，跟现在比简直小儿科。趁此
刻良机，多多淬炼灵力，只管全力相助修行。睡着了，睡着了，灵力还在灌，这算不算挂机修炼？行吧，天脉耐造，扛得住。互利共赢，双赢。还真不疼，止疼丹把痛觉抹得干干净净，肺里只有一些异样感。他帮我长修为，我帮他提纯灵力，长的修为就当收个手续费，合情合理。根金之气炼化了大半，灵海又长了。挂机修炼真香。师姐，松一松，胳膊要断了。算了，反正也不赶时间，先过一遍刻法。给车上锁，解锁了能用，别人撬锁才能用。等等，那我当初是怎么御使师姐的剑的？那可是道君亲炼的法宝，不只是上锁，那简直是锁上长了把剑。师尊当时说是纯阳之体的缘故，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，后面全是顾左右而言他。师姐，醒醒，有贼！师姐，着火了！骗人，一点都不热。这防火意识也太差了。行，那你继续睡，我去把昨晚剩的烤肉吃了。还有剩的？没有，骗你的。坏蛋，大骗子！师姐，我问你个正经事。什么正经事呀？当初在神远之地，我御使你的金纹长剑，你还记得吗？好像记得一点点，那时候脑子乱乱的，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。你有没有允许我拿那把剑？应该有吧，不然你肯定拿不起来的，那剑可重了。那玉剑，我当时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我那时候都要变成大火球了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没有，就是突然想起来，觉得有点奇怪。真的没事？真没事。行了，起床吧。等会儿我给你做肉酱拌面。好耶！要多放肉酱。我操！用蛮力把剑抓起来，像用灵诀直接拎起一块石头那样。如果当时师姐的灵诀完全失控，没有一丝操控的剑，而我的灵诀又足够强，就能强行把剑裹起来当法物御使。可我那时候连子府都没开，灵诀从哪来？纯阳之体。师尊说是纯阳之体的缘故，但他没说清楚具体是什么，故意不想让我知道细节项。
瞒我什么？哇，我的面！算了，暂时先不想了，得找机会问问师姐实际操作一遍。师姐，能把你的金纹长剑拿出来给我看看吗？可以啊，不过你要干嘛？就是想验证点东西。小心点哦，这剑可重了。上次大师姐试着拿，差点闪了腰。等等，轻的！你怎么拿起来了？我没有准你啊！这什么鬼？麻了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突然想起来要收回权限。你手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没事，倒是让我确认了一件事。确认什么呀？刚才你没准我拿，我还是拿起来了。这说明你之前给过我权限，而且这个权限从来没撤销过。是这样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只能是这样，不然我连碰都碰不到。法器认主后，没有主人允许，别人碰一下都会被震飞。我什么时候给的权限啊？完全不记得了。应该是在神陨之地，你要自刎的时候，我阻止了你。那时候你应该允许我拿剑了。对不起，那时候给你添麻烦了。不准说这种话，再说我就要生气了。我觉得能和你一起活下来就是最好的。林青说的对，说不定有些东西是我想太多了。等等我呀，我们是不是该去找师尊练剑了？对，差点忘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等会儿要不要带上那个很胖的剑？你是说盾剑？对，那个，说不定师尊会夸你的。我觉得不会。你怎么忽然探究起御剑这个来了？是因为学了炼器吗？有点关系。你要不确定，再去问问师尊就好了呀。暂时不用劳烦师尊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御剑确实能解释，但我记得师尊的回答里，纯阳之体是主要原因。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，分明是林青的选择更关键。这一点，难道师尊看不出来？你是纯阳之体，林青选择了你，加之体质特殊，所以能御剑。师尊似乎在前一句刚确认自己是纯阳之体后，下一句就根据这个体质说出了结论。若是以怀疑的眼光来看，这有一种前后佐证的感觉，目的是在坐实我的纯阳之体。这话术我太熟了，前天刚用过，当着林青的面回答师尊何时承接过你。前一句说给林青听，中间掺着解释，后一句说给师尊。只不过我那把戏只骗过了林青，没骗过师尊。你明明说有答案，怎么我看你好像更疑惑了呀？没什么，
你去忙你的吧。对了，你没发现自己的灵力有什么变化吗？他要是发现了，绝对不会现在这么淡定，多半压根儿没注意到。有吗？有吗？这是我的灵力吗？你觉得不是的话，可以给我，我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敞的灵海。那就是我的吧。不过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双修吗？早知道能和你睡觉觉就能解决，我就不自己花时间凝练了。你修为不是早就圆满了？是呀，但师尊要求我精益求精，继续磨练神魂和灵力到极致，然后再去突破。提炼灵力好难好难的，又枯燥无味，有时候运转一个周天，它一点变化都没有。这样啊，那你昨晚在藤下面就是在磨练神魂喽？这个你也能双修吗？不要总想着偷懒，快去磨练你的神魂。哼，去就去嘛。阳气确实在聚，难道自己真是纯阳之体？凝练法讲究汇聚阳气，纯阳者体内阳气充沛且纯粹如一，方能达到凝练火种的地步。可普通人只要没凉，体内也是有阳气的，照样能汇聚。但普通人的阳气显然不可能和纯阳之体做比较，那是很明显的差距。坏就坏在我修行的金乌神卷本身也是至阳的功法，这一凝电，体内阳气也不弱，没有真正的纯阳之体作为参照，我根本分辨不出。除非一直修行下去，尝试凝练火种。可纯阳真火成功率也并不是100%，即使是真的纯阳之体尝试凝练，也有失败的可能。有关纯阳之体的记载其实并不多，唯一记载分辨的方式也很喜感，看对方会不会用纯阳真火，会用就是。至于自己检测，可能天虚弟子中有这个困惑的，我算是第一人。比起是纯阳之体，我更怕自己不是，因为这代表另一种可能。师尊用纯阳之体作为幌子，遮掩的又是什么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死，死了还能在地里跟其他鬼吹牛。我师尊是道君，照样能撞。冲！师尊，不在，跑了。不会是知道我要来问东西，直接选择跑路吧？那就很没意思了。哼，堂堂道君，怕我一个凡退境的弟子追问？我操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站住！师尊早安。师尊，您在哪儿？弟子耳朵不太好使。好看吗？师尊明鉴，弟子其实视力不太好，10米之外人畜不分，5米开外雌雄辩论。是吗？那你看我腿的时候呢？那什么，师尊，天色不早了，弟子还要勤学苦练，早日成为师尊的助力。好看吗？好看，
师尊好比那破水出世的浮屠，于弟子心中泛起艳艳之光，又好比银月落下的皎洁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渎。只可远观，不可亵渎。那你说，偷窥为师沐浴，该怎样罚你？师尊能给我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埋了吗？下辈子能当个富家翁，安享晚年就好。这算是惩罚。见不到师尊，那便是天底下最大的惩罚。油嘴滑舌。你练气学的如何了？还成。那这样，为师罚你7日内仿照我给你的白丝，复刻一双出来。刻法也不能少，不然我可就要收回来。让我复刻白丝？什么玩意儿？弟子一定不辱使命。徒儿看得可真认真，不知修行时有没有现在半分专注呢？自然是有。一想到自己境界低微，帮不上师尊，那是恨不得1天掰成2天来用。那你一大早又找为师何事呢？问完之后，知道真相后的真相，又该如何？弟子已经成凝练出了纯阳真火，想请教救师尊该如何运用。是真想知道，还是在怀疑什么呀？都有吧。那火其实并不是纯阳真火，它叫焚道真火，它的新柴是道，这不是你现在能接触的，你大可以将它先忘了。那师尊，我还能凝练纯阳真火吗？你不怪师尊骗了你吗？这怎么能叫骗？这都是为了我好，是善意的谎言罢了。那如果师尊骗了你更多呢？都是善意的谎言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为何明知故问呢？他在点什么？我到底哪句话暴露了？师尊在说什么？弟子有些听不懂。这样吧，就当你凝聚出焚道真火的奖励，我授你一法，可抱元守一，防止元阳泄露，如何？弟子多谢师尊。但我好像听有人说，赐下的不是奖励，而是折磨，你觉得呢？完了，当初跟林青套怨的话，他还没忘记。难道徒儿巧言令食的嘴就破功了？师尊心慈仁善，岂会无端降下折磨？一定是有妖人搬弄是非，混淆黑白。弟子若抓到此人，必除之而后快。那看来你这辈子都抓不到了。弟子无能，只好叫师尊失望了。那这样，等你什么时候仿制有成，我再授你此法。若仿制不出来，这法同样也没有了。师尊放心，我对炼气颇有天赋。不过你不好奇吗？那师尊会说吗？会，但不会是现在。你可以尝试猜猜，但我不能说。弟子明白了。去了趟雪关，什么都没问出来，反倒被师尊耍了一顿。这感觉怪熟悉的，第3次了。美色误人啊，美色误人！我本来是去试探的，结果师尊比我还能打哑。
不过有一点能确定，师尊外表清冷，内里虽然有些腹黑，但应该不会真嘎了我，除非精神分裂。而且天虚应该是正道吧？应该是。反正不会是魔道就是了。要是在魔道，我刚冒出疑惑想跑路的时候，就已经住进万魂幡，拿到一份永久新工作了。先干正事。7天之内仿制白丝，搞不出来师尊就收回去了，这比死还难受。冰晶丝，冰晶莲藕的莲梗丝柔软而成，冰凉透气，避水火。果然，知识不一定能吸引人，但放图一定可以。前辈们深谙此道。白丝的事儿稳了，接下来查师尊。这不是记载手，这是被人刻意抹掉了。一个道君，整个宗门历史里只剩一句话。余常闻东海广阔，欲有蛟龙横行，予以利剑斩之，取其肉炭烧而食之，味甘鲜。于石壁心旷神逸，叹东海真乃宝地也。一手食参，这不就是章鱼吗？所以劫云道君写了一整篇夸烤章鱼好吃。劫云道君，41条记载外加整排自传。吸血道君，一句话，一个道君的资料被人为抹掉，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线索。师尊说过避世，我原以为是性格使然，但如果连宗门记载都被清理干净了，纯阳之体、焚道真火、逆鳞、幻境里那座城，还有师尊被抹去的过去，师尊说我可以猜，那我就猜到底。师尊那条路堵死了，没关系，此路不通，绕道走。逆鳞是白龙的，那就从白龙查起。一条鲤鱼精跟龙沾了8竿子打不着的亲，2条海沟的虾兵蟹将打架都敢打龙嘴一笑，这记载水分比东海还多。白龙，白龙，真龙里面最稀有的那种。苍茫旧历，岁在玄溪，宇宙游东海，见崩浪构天，一白龙自中而出，驶向东方。月日，天圣城，片瓦无存。白龙驶向东方，一座城，片瓦无存。假如说，初次碰逆鳞听到的那声叫不是暴怒，是至亲死了才有的动。天圣城，妖兽贸易时代的巅峰，背后是无数道君大圣一起分蛋糕的聚宝盆。这帮人精明的能把鬼玩哭，他们会不知道奴役真龙的后果。一个人犯蠢，其他人会把他脑子里的水倒出来。所有人一起犯蠢，那不叫犯蠢，那叫默契。白龙灭城灭得干干净净，片瓦无存。背后那帮道君大圣跑了，死了，还是压根儿就在看戏？天圣城灭了，妖兽贸易衰败了，然后数年后，西域青丘妖盟成立，9尾狐为首。一个刚成立的妖盟，花钱跟印钱似的。钱呢？天上掉的，地里长的。第一，逆鳞里有座城，12个人守着。第二，
师尊把逆鳞给我，让我打通幻境。第三，假设白龙因至亲被害灭了天圣城。第四，假设天圣城的覆灭是幕后人设计好的。第五，假设青丘妖盟吃了人血馒头。可师尊跟这些有什么关系？逆鳞是他打龙打下来的，还是白龙自己送的？里面那12人是谁？幻境为什么在城外郊野？猜不到的，进去看。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大餐电丹南，往城的方向跑，亲眼确认那地方是不是天圣城。按双修的进度算，灵海每晚长一劫，进金之气再练几天就小成。浮光掠影也快到第2层了，扁担男跪下的那天不远了。差点忘了，今天远云间还有九脉果脉的公开课。不过迟到了，居然还有人比我更晚，安全感这不就来了吗？许师兄，来坐。许师兄，白虎今天不来吗？李承畴好像也没见到。不知道，我问问。习惯了，被迫习。上次讲课这俩就整出过大火，现在这点阵仗已经不够看了。哦，忘了算上我了。你俩这是遭了什么罪？没什么，丹药爆炸了一下。丹药？不应该是丹炉吗？昨天钟长老不知吃了什么开心果，整个人飘得不行。非要当场给我们演示7品丹药演练。丹药练得确实漂亮，但出炉那一瞬间失控，直接炸开。钟长老反应倒是快，他第一时间跑了。等他想起我俩的时候，我俩已经变成这样了。不能笑，笑了白虎会追着咬我，忍不住。这洗不掉。钟长老说药性进皮入骨，只能等时间消退。他说他还要等换毛期，那你再把毛染回来不就啦？要不要我给你整个更炫的？粉色猛虎了解一下，全身星空黑也行，想想就高级。诸位早，大夏染坊，仙石一脉讲师。我好像窥探到了钱伟星20年后的梦。诸位先品尝，对修行也有助益。闻之蕴含5香，食之藏有7味，看似朴素，实则功夫了得。5香中有3种来自面皮本身，比肉馅更考究，细微之处见真浆。有文化真可怕，我只能想到说好吃到爆。你吃包子会嚼吗？好狗。许师兄，他不是白虎吗？为什么叫他好狗啊？他的小名是好狗。这么小气干嘛？您老人家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？就可怜可怜刚回宗的漂泊人吧。不给，
你想吃，去找你师弟。师弟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是那个吧？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怎么一说就认出来了？这一圈人里面，就他长得帅点，勉强有我现在半分英俊。旁边那个也还行，就是暂时毁容了，一看就是被小钟坑的。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老这么闲，不应该无所不知吗？小青安，你要是皮痒了，我不介意和你师尊提一句。行，玩不起。这包子好吃，但吃与做是两回事。单面皮便有10多道工序，缺一不可。寻找材料更是逐云追山，若只为口腹之欲，未必需要加入食阁。但若想将它做出来，随时欢迎。脑中空想，或许难以抉择。诸位可随我去食阁，亲手试做1、2看看。好香的酒味儿！我们还擅长酿酒，酒是粮食精嘛。想要什么食材，前方储物柜里任取，每人都要动手。许兄这般迫不及待，心中已有好菜了吧？那你可瞧好了。有什么疑惑？冉长老，有没有那种能发光的鱼？最好死了还能发光，蒸熟透了也还在发光的那种。发光？观赏鱼？死了还发光？熟了还发光？这还是鱼？就算活着能发光，但鱼死了就不亮了。但我有种方法，能让食物发光。冉长老，真乃天虚栋梁。那个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一道华丽的食物。你这打算弄什么？看着挺新奇。做一道华丽的食物。你是？陆明，看你食材与众不同，过来瞧瞧。哦。刀工有点东西，处理鱼也老练，看来弄出来未必难吃，但也未必好看。你不用弄自己的菜，我手笨，随便整了个凉菜，凉菜也是菜吗？且看小师弟能把这堆发光鱼头整出什么名堂来。你这东西真打算给人吃？能不能吃的看你有没有胆量。要不换个颜色？这个有点……有点什么？算了，你继续。这叫艺术，你不懂。10个口子，他不会是要……冷静，冷静。上次已经见识过了，这次不会更离谱。我错了。等下，你还要……对，还差最后一步。
想起来我家里门没关。哎，不等着看成款。你慢慢的，我不急。应该差不多了。仰望星空至尊版。师兄，这个挺有想法的，对吧？你要不要尝？我突然想起，我砂锅还在炖。冉长老，您品鉴一下。这个，我觉得，您觉得？我觉得你应该找年轻人尝。我年纪大了，肠胃受不住刺激。陆兄，你来一口。我刚好有一个朋友想吃。世上不怕死的人还是多呀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您老喜欢美食，这不我师弟刚弄好，咱就端过来孝敬您了。这和美食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不美吗？道君牛逼啊！吾曾听闻，世上有一邪物，号曰天魔，常食人精神，赖以为生。又闻有魔道之徒，善以七情六欲为佐料，烹饪奇幻。然都是所闻，未曾一见。今朝凭仰望星空，似得见之，竟为天人。您老这玉简上不会也写了我吧？没有，没写你做的那些菜。你这老登肯定写了，我都还没问呢，快给我改掉！你这记载是不实的，是恶意抹黑。我抗议！我不要遗臭万年！今天时隔一行，收获颇丰。仰望星空虽然吓跑了大半个膳房，好歹那个陆明帮忙找了个老前辈试了毒。说起来，那人倒有意思，一个男的，长得比我还好看，不太对劲，带点回去给师姐尝尝。他嗅觉那么灵，说不定能给个改进方向。前提是他愿意张嘴，别先把我嘴封了。不是师尊的身形，那只能是从来没见过面的大师姐了。第一次见面，得体见点。怪不得林青说大师姐很像师尊，这仙气浓度，差一个面具就齐活了。大师姐好，弟子许平月。小师弟从石阁回来的，身上味道倒是丰富得很。我听闻今日石阁有人做了一道十分惊人的菜，吓得满堂弟子落荒而逃，不知和小师弟有没有关系？或许有那么一点关系。仙食一道讲究色香味俱全，你弄出那等害人之物，若传到师尊耳中，唉，到底是小师弟初学乍练。这次就罢了，师姐不会告诉师尊，但下次得收敛些。多谢大师姐。你们两个身上有一样的味道，都是石阁那种仙食材料的味道。你们一起去吃了，对不对？竟然不带上我！林青说我们身上有一样的味道。我今天在石阁，身边一直跟着看我做菜的只有一个人，陆明。所以大师姐，能在丹阁插那种告示牌的人，
性子果然不像刚才演的那么清冷啊。小师弟嘴倒是快，时隔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。那时候不知道陆明就是师姐吗？知道了，我可就不客气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说来，大师姐叫大师姐也有些名不副实，应该叫小师姐才是。可我才是小师姐啊！不，你是大师姐。那小师弟的眼光也不怎么样。小师姐开心就好。哼，有些东西嘛，人越是没有，就越在乎。师尊，想跑？师姐，他跑了，你怎么不追呀？师尊那边不好惊动。对了，灵气，他是纯阳之体。呀，纯阳之体。林清，陪我去沐浴吧，我收集了很多好闻的鲜花。可是平秋说晚上给我做好吃的补偿我，洗完又得再洗一次。没事没事，快点。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说？什么呀，师姐？为什么突然？最近只吃了平秋做的饭呀，可好吃了。难道这就是成长的代价？是火锅的香味。等等我！大师姐请，之前都是无心之言，还望不要往心里去。连多看一眼都不给。说起来，刚才观小师弟的遁术略有虚浮，想必是肾虚。不如让师姐做道菜给你补补。这道菜我命名为9层妖塔。师姐，这好像是生的，最原始，效果最好。师姐你先坐，我涮火锅吃。师姐真乃天才，9种循环欲罢不能，窥之如见大道。若放到地物元售卖，仙石第一的桂冠必定是师姐的。虽然浮夸了些，但我喜欢。10颗妖子的威力不是开玩笑的，双修不了。陆七年霸占了林清的床，自己吐纳也静不下来，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。以毒攻毒失败，败了。竟还真是纯阳之体，师尊他。